楚公子没事就好，徒儿看他那天失魂落魄的样子，还真把他糟践自个儿的身子呢。除了稍微瘦了一点，状态好得很，依旧是那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的样子，还热情的不行，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回来，非让吃了饭再走。哥哥说了好几次，铺子里很忙，要回去。楚公子一听就急眼，说铺子里面那么多大夫和伙计，差你们两个吗？他在先生家吃了那么多次饭，来到他那儿饿着肚子回去，不是打他的脸吗？盛情难却，吃就吃了。羽林军都是贵族子弟，他们的伙食定然差不了。可不，饭菜丰盛的很，比太白楼做的还好，哪像他说的没滋味啊？还心心念念的想吃咱家的饭，其实就是吃腻了大鱼大肉，乍吃次家常饭，觉得新鲜。等厨子天天给他做家常饭，他一样会腻。白苏觉得楚寒和赵云对他的感情大概也是这样，见惯了逆来顺受、三从四德的女子，乍一见自己这样性格的，觉得新鲜，才误以为是喜欢。主子，咱今儿还是不回侯府吧？不回，我今儿就要在这逍遥椅上睡。主子，这椅子再舒服，也不是睡觉用的东西啊，在上面躺一夜会累的。累我也高兴。陈峰，我前几天见到孔俊了，问了问十一姐的情况，十一姐马上就要到日子了，到时候一办宴会，不就可以见到白苏了吗？用不到等到过年。孩子还没生，还是没影的事呢，值当的那么高兴吗？还有一个高兴的事儿，福来说白苏只想安安静静的生活，治病救人，带徒弟。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属下没觉得这说明什么，先生不是一直都这样吗？笨，这说明他心里谁也没看上，姓赵的也没戏。等过几年，若白家起富了，我和白苏未必没有机会。我父亲总不会舍得我孤独终老吧？总之，白苏不成家，我就等着他。回去我就把侍女全部换掉，都换成小厮，一个女的也不留。他赵云能做到的，我同样可以，不就是守身如玉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全都按照白苏的要求来，把以前的毛病全改了。他早晚会看到我的诚心。赵云就是命好，有一个好母亲，可他不中用，不是白瞎吗？我母亲要是在，我早把白苏娶回家了。白苏觉得自己平平无奇，可别人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朱信和王展被调回了衙署，隔壁院子里保护白苏的人就隔几天去衙署一次，直接汇报给赵云。他去炎华寺了。是，属下看先生进了寺内，炎华寺内的僧人很多都是高手，属下怕被人看出端倪，就没敢跟进去。他又半夜去给人家做剖腹产子的手术了。是，这几天还连做了2个，都是胎位不正。听说了陈家剖腹产子的事儿，慕名而来的，而且提前都跟先生打了招呼的。属下怕先生再和上次一样，全程在暗中保护着。这2次手术都很顺利，不但公婆同意，连产妇的父母都接到了现场，对先生千恩万谢的。那也不能掉以轻心。属下知道，属下隔一会儿就到屋顶上看看，半点也没有松懈。李友，取1万钱给周平，让他买几件暖和的袍子。是，多谢将军。怎么都是晚上生的？他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还有那么大的力气吗？回将军，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晚上生吧？生和剖腹能一样吗？这2家人也是糊涂蛋。既然知道胎位不正，又打算剖腹产，为啥不提前几日手术？白天看得又清楚，非得赶到晚上，黑灯瞎火的。许是还是想生，实在没法子了才找到先生。虽然是晚上，但他们都提前备好了照灯，屋子里头灯火通明的，倒也不至于看不清。就算看得清，大夫原本就疲惫不堪，强撑着做这么难的手术，还不是加大了产妇的危险？白白让产妇多受罪，还折腾着大夫受累，真是愚不可及。将军说的是。周平低着头暗暗发笑，将军说的虽然有道理，但不到迫不得已，谁愿意让人把肚子剖开呢？你退下吧。赵云先是为徽州递过来的奏报生气，后又担心白苏劳累，想去看望又不敢去，烦闷的一整天，不愿意说话。将军面带忧虑，是不是在担心先生的腿疾啊？将军担心，直接过去看看不就完了？白苏那时说无意与男女之事，还想私下避讳男子，明显是拒绝，不想人过多打扰。我若去看他，我是安心了，可能会让他觉得有负担，还是依着他的意思吧。先生这样说，也许是伤心的状态下说的气话，未必就觉得将军的关心是负担。他说的不是气话，倒像是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他想过平静的日子，这也没什么，来日方长，也不争这一朝一夕。赵云把小册子递给王少，你看看啊，这些天除了去看了他11姐一次，去了炎华寺一次，天天不闲着，比我们这些男子还辛苦。先生的确够辛苦的，但生孩子也没法挑时间，又拖不得，先生熬夜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依属下看，行医应该是先生的志向，至于病人，就跟我们攻城拔寨是一样的。先生虽累，但看到这2个产妇因他而母子平安，心里感受更多的是快乐吧。他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大病疾病拖不得，累点也没办法，那些小病小灾的根本就不用他出手，以他的能力接待一些头疼脑热的病人倒是大材小用了，养好身体坐镇指挥一下就行了，没必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的。先生这样的脾气不是和将军一样吗？将军打仗时本该坐镇指挥，偏每次都冲到最前面干那些小卒子干的活。你倒是编排起我来了。他身娇体弱，
能跟我比吗？将军是关心则乱，先生除了这2次手术辛苦些，日常接待一些头疼脑热的病人，根本就累不着先生，说不定先生还乐在其中呢。先生又不傻，手里也不缺钱，累了能不知道休息吗？他是心善，见不得病人受苦，我对他是既心疼又敬畏。他明明可以活得很轻松，却仍这么认真努力地对待每一个病人。若徽州那边的官员都像白苏一样心疼百姓，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做事，徽州百姓就不会活得这么艰难了。这日，白苏刚刚起床梳洗完毕，孔俊就到了小院。可是我姐姐要生了。19妹不用着急，你姐姐没什么事儿，只是她好几天就感觉腰酸，腹部有些坠胀感。今日天快亮的时候，她腹部疼2下，我当时就想来接你了，但你姐姐不让，说只是孩子动了一下，可能还不到时候呢。我看她虽然不疼了，但肚子有些发紧发硬，还是想请19妹过去一趟，看看百姓，给她诊断一下，才放心些。姐姐到日子了，有任何不适都马虎不得，我马上跟你过去看看。林彻和秦慎一前一后走进来，两人先给白苏请了安，又给孔俊拱手见礼。姐夫，这是我新收的弟子太医令秦慎。子谦，这是我11姐的夫君，在御史台任职。孔俊，孔御史，你们同朝为官，互相应该认识吧？我听师兄说过孔御史，却是第一次见到。下官倒是在几次宴会上远远地见过秦大人，只是没机会结识。孔御史是师傅的姐夫，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需要直接去太医院找我就行。多谢秦大人。他们2个，一个7品，一个5品，官职相差不大，还都算是文职，怎么会不认识呢？19妹有所不知，5品以上的官员才有上朝的资格。像我这个御史台最末端的御史，平时是没机会和秦大人碰面的。秦大人虽然是5品，但总领太医院，哪个达官贵人也得高看一眼啊。在宴会上也不会跟我们这种小官坐在一起。原来是这样。师傅，是不是孔夫人到时候了？11姐肚子痛了2下，大概是分娩前兆，我们过去一趟，早饭就不在家里吃了。师傅，弟子也跟您一块去看看吧。不用，你去上职吧，我估计是假性宫缩，就算真到生的时候也有我和子由呢。姐夫这一段把姐姐照顾得很好，一定能平安产子的。对，秦大人差事要紧，真有需要，下官再去太医院请秦大人。一行人收拾完毕，就坐着马车去了孔府。饭后，白苏和白沁进入内室，一检查，白沁骨缝已经开了2指。到时候了，姐姐还是感觉不到阵痛吗？只稍有点不适，不像生灵儿是那样，是不是我的身体有什么不对啊？不是，姐姐别紧张。骨缝这才开了2指，得开到10指才能生呢，中间是有过程的，人和人的体质敏感度不一样，这都是正常现象。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孩子有什么问题呢。孩子好得很，别瞎想，有我在呢，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小外甥，你母亲非常爱你，一直盼着你的到来，你乖乖听话，莫要淘气，要跟你母亲一起努力加油，坚强平安的来到这个世上。姨母也会跟你母亲一起迎接你的平安到来。他听到了，19，你感觉到他动了吗？他现在已经很少这么动了。感觉到了，这孩子是个有灵性的，定是听懂了我的意思，让你放心呢。放心，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有19妹呢，还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出去跟他们说一声，然后我们2个到院子里走动走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以能让分娩时间缩短一点。19妹，你先照看白沁我去后院给我母亲禀告一下，她日夜盼着呀，天天跟我念叨呢。还早呢，你一会儿再去禀告也行，省得母亲紧张不安的。好夫人，母亲盼孩子盼了这么久了，若知道我接了19妹来，有了消息不早点告诉她，会怪罪我的。我挨罚不要紧，让母亲误会了就不好了。你放心，我只是先禀告母亲一声，先请她照看灵儿，不用到这边来。好吧，我就是不想母亲过早担心。我知道你是好意，但老人操心惯了，有时候想让他们省点心，他们反倒多想了，还不如顺着他们的意思呢。我母亲亲手给孩子做了一堆小褥子，每次见天晴的好就拿出来晾晒，孩子的乳娘也提前看了好几个了，心里不知道有多盼着这孩子呢。你去吧，姐夫，我照看着姐姐。听姐夫的意思，你婆母是真心喜欢这个孩子，灵儿还是她在照管吗？灵儿还是那样，婆母喜欢嫡长孙，算是爱屋及乌了，连带着对我也有了几分真心实意。姐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姐夫的心在姐姐这里，又有这一双儿女，以后他定不会像从前那样。都是19给我带来的福气，每次见面都是你关心我，我却不知道你的事，连你什么时候收的太医令为徒我都不知道，也没听你说起过。是刚收的吗？不是，收了有一段日子了，是第一次来你家那天收的。
仅看太医令对你的医术没有妒意，你这么高的身份，能拜你这个小大夫为师，就是个人品贵重的人。更别说你又是白家人，此人定是位痴于医术、怜惜病人的端方君子。姐姐说的真准，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你有2个人品好又有本事的好徒弟，也是你的福气呀，身边算是有了亲人了。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不说这些了，我上次教姐姐的呼吸吐纳方法，姐姐练习了吗？练了，一直练着呢。跟母亲说了，你回去陪子由他们吧，不用管我，我跟19再走一会儿。母亲知道你快生了，很着急啊，怕19妹一个人接生太辛苦了，派人去接稳婆去了。我来给19妹说一声，请19妹不要误会，稳婆来了也能给19妹搭把手。还是老夫人考虑的周到，多一个人多一分力。老夫人也是为我姐姐和外甥打算，我怎么会误会呢？孔俊离开后，两人又围着小花园走了一圈。白倩停下脚步，只觉小腹处猛地一缩，猝不及防的疼痛瞬间袭遍全身。19，这次真到时候了，快去喊少爷，就说少夫人要生了。这才刚开始阵痛，离生还早呢。果然，白沁疼过这一阵，慢慢直起腰来。19，真是太疼了，这才刚开始呢，一会儿怎么受得了啊？姐姐能坚持的，怎么也比生灵儿的时候好熬一些。咱们回去吧，我再给你检查一下。生灵儿的时候就疼得差点死掉，检查也很难受。这是没法子避免的呀。姐姐得这样想，你每次阵痛的时候，就是你儿子正在用力想跟你这个母亲快些见面呢。咱刚才不是跟孩子说好了吗？你也应该跟你儿子一起努力才对，怎么能惧怕阵痛呢？白沁听到这2声你儿子，心里瞬间放松下来。对，我得跟孩子一起努力。19，咱们回屋检查去。是不是疼得厉害啊？脸都疼得发白了，我抱你回去吧。白沁本来就面白如玉，哪里是疼的呀？刚疼第一阵就紧张成这样，过一会儿就得一阵挨一阵的，怎么整啊？19，我走回去，还是让他抱回去？抱回去吧。19妹，你姐姐没走过这么多路，这都走了这么久了，让她省点力气吧。啊，走路回去吧，就围着花园走了这么2-3圈，根本就没走多少路。我知道姐夫心疼姐姐，但生孩子别人都没法子代替，当然是怎么让她少受罪怎么来。我听19的。白沁快到院子里的时候，又是一阵宫缩。19妹，生这几步路了，我抱她进去了。看来孔御史是真疼11女了。而且一个跑2步就气喘吁吁的书生，抱着11姐看着还不费多少劲儿。在花园的时候，我还怕他抱不动摔着11姐呢。好歹是个男人，不会这么没用吧？白苏等白沁平静下来，一检查发现宫口明显扩张，起码排除宫缩乏力，基本可以顺产了。姐姐走路很有效，骨缝开了近3指了，先歇一会儿，一会儿还得起来走动走动。白沁躺了2刻钟左右，才在白苏的催促下起身走动。19妹，你姐姐身子弱，要不还是让她躺着吧。我知道19妹让她走动自有你的道理，原因我也能猜出大概。你看，让她躺着，我给她轻轻的往下推推肚子，应该跟走路效果一样的吧？姐夫，走动和推肚子是不一样的，这时候肚子可不能乱推，盲目的推拿会增加孩子的危险的。孔俊，咱得听19的，她可是我亲妹妹，不比你疼我少。我非常信任她，无论她做什么决定，都是为了我好。多走动对孩子的降生有很多好处。若姐姐一直躺在床上，身体蜷曲成一团，这种体位会增加孩子降生的难度，让姐姐多承受很多苦。我听明白了，我不是不相信19妹，只是看你姐这么难受，不知道如何能帮帮她。19妹，先坐下歇息，养养精神。今日还不知得劳累你到什么时候呢。我扶你姐走动啊。申时初，白沁顺利诞下一子，母子平安。恭喜老爷、老夫人、少爷、少夫人平安诞下小公子了。白沁，辛苦你了，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孔俊，你哭了。我在外头一听到你喊疼，就忍不住眼眶发酸。你自从嫁给我，受了太多苦了。生孩子都这样啊，你怎么不抱抱儿子？你不喜欢他吗？我原本很喜欢，日夜盼着他，可一想到他让你这么受罪，就不想抱他了。要不是看他太小，真要打他几下。19和郑婆婆都累坏了，你还没给他们道谢呢。多谢19妹，多谢郑婆婆。姐夫，一生一世的承诺太重，许了也不一定能做到。但这1个月，姐夫可得做到位了。月子里生气或是照顾不好，最伤身子了。我可不想11姐月子里落下什么病根。19妹，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母亲那边，我也会多用点心。这个月子，我一定会伺候好白沁的，也不会让她生气的。一生一世的承诺虽重，只要有心，未必不能实现。等咱们都老了，你姐看看，
你姐夫是否信守承诺了？正在这时，外面突然来报，宫里来人了，让众人速速出去接旨。孔俊刚出去，随即跑回来喊了一声十九妹，圣旨是下给你的，快出来接旨啊！为首的公公正是那天往小院给白苏送东西的那位。白先生，万岁爷有口谕，万岁爷口谕，宣白苏速速进宫，为七皇子诊病。公公，七皇子怎么了？七皇子腹痛难忍，御医都束手无策，皇上都急坏了。外面备好了车，白先生快些跟咱家进宫吧。公公，治病我需要助手，我徒弟他们能跟着进宫吗？可以，皇上知道先生在给令姐接生，怕先生走了缺人，还派了2个太医过来。皇上考虑得真周到。哎呀，真是皇恩浩荡，臣谢陛下隆恩。公公啊，一路辛苦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万望公公不要嫌弃啊。为万岁爷办事儿，怎么敢说辛苦？你是孔御史对吧？恭喜孔御史喜获麟儿啊！哈哈，多谢公公。19哦，白苏为卓介劳累了大半日了，精力已经十分不济了。其他不懂宫廷礼仪，有不当之处，还请公公提点着些，免得冲撞了贵人。孔御史多虑了，万岁爷最是念旧情，把白先生当成小师妹对待，疼爱有加，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说不让你跟着，你还不听。你看你吓得那样，你若实在害怕，到宫门口你就别跟着进去了，自己找辆马车回去，有子由和福来他们2个给我打下手就行了。婢子不回去，主子忙碌了大半天，这次还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师妹没人伺候怎么行呢？婢子也不是害怕，就是有一点点紧张。有什么好害怕的？咱们跟主子去治病，又不是去受审，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剁了主子的面子。我说了不是害怕，只是一点点紧张而已，现在一点点紧张都没了，有主子在，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师傅，若七皇子真是患了肠痈，只怕就得手术了。这个手术您有几成把握？风险性大吗？我觉得很有把握，不然我就独自一人进宫了，不带你们了。肠痈是个小手术，比剖腹产简单，创口也小，只需把发炎的阑尾切除就可以了。而且这个病很常见，我想趁这个机会让你们学学经验。当然了，风险也有，到时候看看情况。如果七皇子病症轻，咱就给皇上说说，尽量做手术；如果病症重，咱就不做。我不会让你们跟着我陷入危险之中的。还有，我把手术风险给你们说说，到了皇宫以后，子由写一份手术知情同意书给皇上。是师傅，可是皇上只怕不会跟咱们签字啊。皇上签不签字，咱都得写明。越是这样的贵人，越得把风险讲透彻，一点马虎不得。他们了解透了，真出了意外，咱们也好说。咱们治病尽心竭力，也不为升官发财，尽量不要担什么风险。白苏一路上讲了阑尾手术的风险和手术的原理和注意事项。公公，我知道宫里有规矩，入宫不能携带利刃武器之类，但这2个箱子里的东西都是我治病需要的东西，请公公安排2个人给我拿进宫。未经允许，我们不碰这2个箱子。药箱里装的东西多，起码说明治病的法子多。咱家叫安祥，白先生唤咱家小安子，或是安公公都成。安公公，以前呢，咱家可没少往白府跑，皇上得了什么好东西，都喜欢让太傅看看。皇上对太傅的感情深着呢，先生只管放心大胆的给七皇子瞧病，有皇上在，您什么都不用怕。皇上的确是重情之人，我也会尽全力救这七皇子的。七皇子是吴贵妃所出，贵妃娘娘位分尊贵，荣宠万千，最得皇上宠爱。七皇子自小聪慧过人，又古灵精怪，很讨皇上欢心。先生若能治好七皇子，皇上和娘娘都会感激先生。谢公公提点，我必竭尽所能。你是太医令的师傅？是。那你一定比他厉害多了，你一定能治好我，对不对？我得先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病，才知道能不能治。我会竭尽所能的。那皇儿，你别说话，影响先生诊脉。白苏诊完脉，掀开被子，用手摸了摸孩子右下腹，能清楚地触摸到阑尾处的包块，就是那里最疼。你手摸的那里，父皇，儿臣疼得厉害，肚子里的五脏六腑都跟烂掉了一样。白苏也不说话，用手在他腹部反复地摸，直到排除其他因素，确定是阑尾炎了，才收回手。先生，快给我治，我受不了了。父皇，母妃，快点，啥法子也行。白苏，能不能先给他止痛？子谦，取银针来。皇上，七皇子的确是患了肠痈，太医的诊断和所开的药方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先前2次发病是慢性的，疼痛可以忍受，
用药调理即可。这次复发变成急性的了，这些药方就不怎么显效了。你一出手，朕就看得出比他们强多了。是啊，先生一定有好法子。皇上，娘娘，针灸只是暂时止住了疼，并不能治病。要想根治，只有把七皇子化脓的一小节肠子切除。把肠子切除？肠子在肚子里怎么切呀？把肚子切开一个小口，把坏掉的肠子取出来，然后再把伤口缝上。白苏，你看看还能不能想个好点的法子，不伤身体的，多治一段时间也没关系。或者跟几位太医商讨一下，看看能不能想到一个可行的方法。没有更好的法子，七皇子现在的病情，用药物几乎无法治愈了。皇上，七皇子患病的部位可是肠子呀，肠子是人健康的根源，是六腑之一呀。白先生竟然要把它切掉，臣觉得不可。是啊，皇上，姜太医说的对啊，如果把肠子去了一段，那七皇子吃的东西还怎么吸收，还怎么排泄呀？就算侥幸能活下来，只怕也是生不如死啊。皇上，两位太医说的有理，冰儿这么活泼可爱，臣妾不想她受丝毫损伤。皇上，娘娘，姜太医和栾太医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肠道的功能。七皇子坏掉的那段肠子叫阑尾，是肠子的细枝末节，就是肠子上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尾巴，切除后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多大的影响。秦大人，七皇子是皇嗣啊，脏腑之内切腹去肠，伤口容易愈合吗？万一生了脓疮，就算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了。白素，我看你出手就给皇儿止了痛，要不你先开几副药，让皇儿喝了试试效果，说不定就有效呢。就算无法根治，等他大一些，身子骨强壮了，再给他切了也行啊。皇上，娘娘，草民没有良方。上次七皇子复发，秦慎已经问过草民了。原来上次给皇儿治愈的法子，就是你想出来的。可是那个方子对七皇子已经没有效果了。皇上，手术并不影响七皇子的成长，若手术顺利，1个月之内就能完全康复。一指之疾，可损数尺之躯。皇上若不能当机立断，贻误了病情，就是想让草民做手术，草民也不敢做了。皇上，臣想问白先生几个问题。太医请问。白先生切除这段肠子，真的不影响身体的消化和排泄吗？对。断开的肠子怎么接在一起？用线缝住吗？接口处会不会往外渗漏？这问到点上了，一屋子的人都支棱耳朵听。阑尾就像秦慎说的那样，是细枝末节，它的一端与盲肠相通，另一端是不相通的尾端。只要从阑尾的根部做结扎，然后切掉阑尾，再把结扎部位消毒，做一个荷包缝合，包埋在盲肠内，并不存在太医担心的情况。多谢先生为在下解惑。最后一个问题，先生给七皇子做这个手术有没有危险？能不能保障七皇子的安全？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个我无法保障。病症轻，风险就小；病情加重，风险就大。如果……白素话都没有说完，就听内室砰的一声，是皇儿等急了，朕已经决定了。白苏，给七皇子手术吧，先跟朕进去看看。皇儿，怎么了？又疼上来了吗？儿臣都快疼死了，不想喝那不管用的药了，快让先生给我扎几针吧。师傅，先给七皇子麻醉吧。白苏，抓紧手术，越快越好。父皇，我不喝药了，不管用。先生，快点，快给我扎针。七皇子听话，这个药跟以前的药不一样，喝了以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比扎针还管用呢。我扶你坐起来，咱们把药喝了，好不好？那快扶我起来，我就知道你的本事比这群老太医强。七皇子3-2口把药喝了。先生，你若治好了我，等我长大了会报答你的。好，那你好好养病，我等你长大了报答我。皇上，手术前我得做一些准备，烦请安排几个人帮一下忙。准。小安子，你听白苏的吩咐，殿内所有人都听白苏的安排。是，奴才遵旨。公公请在外殿准备笔墨纸砚，我徒儿要用。福来，去把器械重新消一遍毒。小月跟着宫女去准备盐开水。是。子由，你去外殿写份知情同意书，把手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写出来，写好拿过来，让皇上和娘娘看看。是，师傅。师傅，弟子给师兄磨砚。七皇子开始哼哼2声疼，不一会儿就安静下来。又过了半刻左右，七皇子就困得睁不开眼了。皇儿，冰儿。过了片刻，七皇子李炳就睡了过去。刚好林彻和秦慎拿着写好的知情同意书走进来。皇上，这是这次手术的知情同意书，
上面详细的写了七皇子在手术中和手术后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和不良后果，请皇上和娘娘看一下。白苏，你这个大徒弟也太仔细了，不但把风险写得事无巨细，还标注着病人家属签名的地方，这是打算让朕签名？是怕七皇子出了问题，朕会责怪你吗？皇上，手术是要承担风险的，这份知情同意书能让病人家属了解这些风险，并愿意承担风险，信任、配合、支持我们大夫，还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纠纷。这算是我制定的自保的法子，不但是为了保护我，更是为了保护这个行业。当然了，皇上若是能签个字就更好了，让那些不敢学手术的大夫看看，只要我们全力救治病人，连皇上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并不是头上顶着铡刀在救人。白苏，你好大的胆子！既然手术有这么多风险，你还要给七皇子做，出了事你负得起责任吗？你有几个脑袋承担？放肆！这么大喊大叫，眼里还有朕吗？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气昏了头。这手术明明这么多风险，他还要给皇儿做，他这是安的什么心啊？皇上，糊涂，真是个无知妇人。他安的是救人的心，要不是救你儿子，他只需说治不了就完了，现在早回家休息了，何必听你在这里胡说八道？娘娘不必太过忧心，七皇子的病若不手术就是九死一生，手术虽有危险，却是九生一死。贵妃娘娘越是爱重七皇子，越得尽快手术啊。朕相信白苏。白苏，东西若准备好了，直接手术就行。是，多谢皇上信任。皇上，吴贵妃，此事就这么定了，你去外殿等消息吧。秦深，七皇子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本宫第一个不放过你。臣问心无愧，若有意外，任凭娘娘处置。子谦，你说的叫什么话？什么叫若有意外，任凭处置？手术免不了有意外，若人人都是你这个态度，我们学医之人很快就会死伤殆尽，自己的命都不保，还救什么人呀？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皇上，既然娘娘不信任草民，那这个手术我就不做了。非草民不想尽力，是我本就疲惫不堪，徒弟又被这样威胁，做手术时难免会战战兢兢，不能正常发挥，勉强手术会给七皇子增加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皇儿危在旦夕，你不顾大局，言语无状，且屡教不改。从现在起，朕命你一句话都不许说，去佛前长跪，反省己身，也为七皇子祈福。七皇子什么时候平安无恙，你什么时候起来。皇上命人取来笔墨，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白苏，朕也遵守你的规矩，不管七皇子结果如何，都是他命该如此，朕不会责怪任何人。你就大胆的给他手术吧，朕相信你会对自己的侄儿尽心竭力的。有皇上金口一诺，草民就算是累死，也会把七皇子救活。这不就得了？朕就知道你不会放手不管，你怎么气性这么大，还这么护短？贵妃不过说了一句气话，有朕在，谁敢伤害你徒弟？皇上，您出去吧，所有人都得出去，我要开始消毒了。将军，先生给七皇子做的手术非常成功，您还担心什么呢？不会有什么事儿的，真有事儿，轮值的侍卫会及时往外送消息的。我知道。周平打听清楚白苏进宫的原因后，立即去衙署禀告给了赵云。赵云得知后，马上安排人打探七皇子的病症。他虽然相信白苏的医术，但得知白苏要给七皇子手术时，还是心急如焚。将军，既然先生没危险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先生估计得在宫里吃饭，然后看看七皇子的情况才会出宫，不定得等到什么时候呢？再等等。将军，您若是想知道先生什么时候回家，属下去给周平说一声，等先生回家后，让周平去将军府禀报一声去，您看行不行？不行。他还想看看白苏呢，不等在这儿怎么见得着啊？这大冷天的，又冷又饿的，先生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您要不先去吃点东西再回来，属下先在这儿看着。不用。那您去马车里面可以吗，将军？您去里面避避风，属下去给您买点东西吃。你怎么这么聒噪啊？你要是饿了，就自己去吃饭。我不冷也不饿，咱们西征军什么时候这么不中用了？你若是嫌冷，就先回去吧。将军息怒，属下不冷，属下也不饿，属下闭嘴。又过了大半个时辰，你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以后啊，你再也不会腹痛难忍了。真的吗？以后再也不会疼了吗？当然是真的，白先生可是神医啊，他说不会疼，就定是不会再疼了。我一见先生就知道先生有法子救我，我果然没看错人。还是我皇儿会识人，比好些大人都强。皇上，等一会儿你身上的麻药过去了，你身上划的小口处会有一点疼，七皇子千万不要哭，也不要害怕，忍2天
等伤口愈合了就不疼了。你一哭，伤口一颤动，会疼得更厉害。你能答应我不哭吗？我当然不会哭了，划一个小口而已，值当的哭吗？更别说害怕了。先生未免太小瞧人了。七皇子果然是个坚强的孩子，我没有小瞧你的意思。你的病根虽然去除了，但是养病的这2天也非常关键，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但要忍2天疼，不能哭，也不能大笑，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喝水，也得听太医的安排。这些要求很多小孩子都做不到的。本殿下可是皇子，怎么能跟寻常小孩一样？再说了，我不是小孩子了，9弟10妹他们才是小孩子。哦，七皇子是哥哥啦，怪不得这么懂事。白苏抓过他的手腕，开始给他诊脉，看他脉象平稳，一切都很正常。先生出来了，将军。先生怎么又坐着轿子出宫呢？你说的是什么话？他忙碌了一整天了，不知累成啥样了，不坐轿子难道要走路出来吗？属下不是想看看先生好不好吗？坐在轿子里啥也看不到，怪闷得慌的。看林子瑶笑的那个高兴劲儿啊，就是白苏一定安然无恙。一会儿他下轿换马车的时候，自然能看到他。第2天在衙署，王司马，将军动了半天，没给先生说上一句话，甚至站在最暗处躲着，连面都没敢露，却因为看了先生一眼就欢喜的不行。真正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远远的看一眼，知道他平安无恙，心里就会很欢喜。可是我觉得咱将军这样太苦了，我昨夜越想越觉得心里难受，替咱将军憋屈的慌。你觉得将军苦，那是你自己的看法，将军可不这么觉得，不然将军为什么会欢喜呢？咱们这么多人，咋就没本事让将军笑一笑呢？爱而不得，甚至连见一面都这么难，不是苦是什么呢？将军对先生是珍而重之，珍而惜之，方能恒之。我觉得将军对先生有点太过看重了，先生虽好，可咱将军也不差呀。先生不想亲近咱将军，把咱将军跟那个小白脸子一样提防着，真是太没眼光了。真是混账东西！我看你这老毛病又犯了，看将军动了2个时辰，心里疼得慌，就恼怪起先生来了。这碍着先生什么事了？咱们将军自己觉得高兴，觉得值就行呗。你一个当侍卫的，急将军所急，重将军所重就行了，哪有那么多看法？王司马别生气，我就私下发几句牢骚，哪该有什么看法呀？李瑶，你小子又犯什么火了？没什么，我跟王司马随便说说闲话，当不得真。我怎么听见说先生了？你是不是说先生不是了？你刚刚给王司马说的什么？再从头到尾交代一遍，一句也不许隐瞒。李友不敢违抗，简略说了一下昨夜的事儿。我没说先生的不是，我就是觉得咱将军太不容易了，先生提防着将军，不愿意跟将军交往，我说了句没眼光，王司马就生气了。哼，先生没眼光，还是你没眼光？先生这么出色的人，你天天跟在将军身边，以前得见过多少次，愣是没看出来。先生要和离的时候，你就在眼跟前，都不知道劝解，让将军错失了这么好的良缘。这会儿还有脸说先生没眼光？咱们这些人，只有一个有眼光的，劝解了将军，将军就不会有今日之苦了。李友的脑袋被长青打得嗡嗡的，红着脸站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将军的苦是在心里，是将军失去先生后，才发现先生是他最想要的妻子。所幸先生还没有心仪之人，一切都还有机会。咱们大伙该齐心合力的帮将军，让先生看到咱们的诚意才是啊！你倒好，背地里嘀咕起先生来了，你这分明还是把先生当外人啊！友哥，这次你真的错了，昨日是冷点，你给将军多添个厚披风，站在风头处给将军挡着点就完了呗。咱将军又不是怕冷怕累的人，值当为这点事儿说先生吗？咱将军又不是能将就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个心仪的人，怎么看重都应当。我看咱将军一点都不苦，心里有惦念之人，日子过得也有奔头，比从前不强吗？各位哥哥弟弟，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会说先生了。你身为将军身边的禁卫，心里得对先生做到十分尊重，才能撮合帮助到将军，否则一个不慎，就可能让先生误会，给将军求取先生带来麻烦。真要有那一天啊，你就不要待在禁军了，我们大伙都不认识你。赵云处理完军务，呆坐在岸边，又想起了白苏。他这时候大概又去了皇宫，给七皇子复诊去了。白先生，你可来了，饼儿都问你好几次了。见过娘娘，看娘娘这么欢喜，七皇子的身子定然是不错。可不是嘛，麻药劲儿过去之后，除了小姐的时候皱了皱眉头，一句疼也没说。今儿早上精神好的不行，通了气，还喝了2口稀粥。太好了。白苏跟随贵妃往内殿走了几步，想起来收了人家这么多东西，还没道谢，多谢娘娘的厚赏。什么厚赏？这是本宫这个当娘亲的送给儿子救命恩人的一点谢礼，聊表心意罢了。白苏，
你不知道本宫心里对你多感激。你别看本宫糊涂，但对皇儿的心跟天下的母亲是一样的。别说拿点东西了，只要能救七皇子，就算拿本宫的命去换，本宫也不会含糊。这个我信，天底下哪有母亲不爱孩子的呢？幸亏本宫这个糊涂母亲遇到了有良知、有担当的好大夫，才没有酿成大错。否则，七皇子有个好歹，本宫也得愧疚死。两人一起进了内殿，秦胜过来给白苏见礼。你们怎么还没回去休息？太医院那么多太医，不能跟你们替换一下吗？师傅无需担心，我们昨晚轮流着歇息了，并没有熬通宵。先生，不知先生换药的时候需不需要我们回避？如果能让我等旁观，我等将感激不尽。可以旁观，只是大家可能会失望。就一个小伤口，很平常的换药，一点技术性也没有。多谢先生，我等求之不得，怎会失望？我来看我们最坚强的七皇子啦。说好了来跟我说话，怎么跟这伙老头聊上了？我只是跟各位太医打个招呼而已。我这次进宫可是专程来看你的。皇儿，别说话了，先让先生诊脉。母妃，太医都诊过无数遍了，定然是没有什么事儿，母妃就放宽心吧。白苏凝神诊完脉，又翻开七皇子的眼皮看了看。七皇子的脉象很好，听太医话的好孩子，身体都会好得很快。我来看看你的伤口，咱们先换药，换好药让太医去休息，咱们再说话。我喊你先生是知你有才学，尊重你的意思。我的岁数实则比你小不了几岁，再过2年本殿下就能封王了，到时候定能报答你对本殿下的相救之情。你划的伤口还很特别，连针线都用上了。我说怎么觉得皮肉像被东西拽着一样，有点紧巴巴的。把伤口用线缝上，是不是就不流血了？缝住伤口愈合的比较快，落的疤痕也小。等过几天伤口愈合后拆了线，你就不觉得紧巴了。我徒弟配的祛疤膏很管用，我送给你2瓶，你抹一段时间，疤痕就会淡很多。一点疤痕怕什么呀？又不是在脸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李炳。父皇说炳是明亮清楚的意思，希望我长大做一个光明磊落、明辨是非的人。没外人的时候，你可以喊我李炳，这样才显得没那么生分。好，李炳，我也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白苏。我父亲说苏是生机与活力的意思，希望我能积极向上，坚强勇敢，不畏不惧。七皇子是个率真可爱的小孩，两人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等太医院的太医过来后，白苏就起身告辞。东子虽报了平安，孔俊也说你必然没事，但是看不到你人，心里老是不踏实。刚才你姐正催我去你家看看呢，你要是不来我一会儿就去你家了。就是怕姐姐担心，我才赶过来让你看看。这月子里可不能胡思乱想，养好身子才是最重要的。你妹妹的医术这么强，姐姐还信不过吗？我不是不信你，给皇子诊病，这可担着天大的干系呢。若皇子有个好歹的，你怎么担待得起呀？姐姐放心吧，七皇子的病恢复得很好，已经没有大碍了。十九妹，你什么时候见过皇上？为什么公公说皇上拿你当小师妹看待啊？前一段时间，皇上对我父亲的感情很深，他把自己当成了父亲的弟子。论辈分，我和11姐可不就是皇上的师妹吗？对了，姐夫，那几个盒子里是吴贵妃送的礼物，我就借花献佛，送给我的小外甥当诞生礼。宫里赏的物件能是俗物吗？孔俊得了厚礼，暗赞白苏大方。一个诞生礼，你送这么多贵重的东西干什么呀？送一样还不行吗？好东西应该你自己留着，以后当嫁妆用。就是因为贵重，我才送给我的小外甥啊。父亲不在你身边，就算是把外祖父那份礼补给小外甥了。再说我家里还有呢。孩子的诞生礼，娘家需要准备许多东西，否则会被婆家看轻的。19，我自从遇见你之后，没有一件事是不称心的。我有时候就想，你治病救人，积德行善，定是攒了不少的福气。我是不是把你的福气给偷来了，日子才会过得这么称心如意？姐姐人美心善，本身就是有福气的人，哪是偷我的福气？这福气若能相送，我倒愿意双手奉上，让姐姐的日子过得更称心如意一些。19，你的福气一定要自己积攒着。我对现在的日子十分满意，再无所求了。孔俊在御史台告了长假，专门伺候我坐月子，还说他以后尽量亲自带灵儿，大概是看到了婆母的不足之处，怕灵儿学他，只是他这个当儿子的没法说母亲的不是罢了。姐夫想得很对，孩子就得自己带，谁带跟谁亲，谁带的时间长，孩子像谁。婆母和公爹是个胆小的，得知皇上还念着白家的旧情，昨晚过来对我说了不少好话呢，还说先前是看孔家子嗣单薄，才给孔俊纳的妾，现在孔俊既然有了嫡子，那几个妾又不中用，以后就随我们夫妻安排，愿意留着就留着，愿意打发了就打发了，不用顾念别的。你公婆这次总算是开明了，
姐夫怎么说？舍得吗？孔俊当场就对他父母表了态，一个不留，以后也不再纳妾，有了灵儿和儿子就足够了。19，孔俊是真想跟我好好过日子的。昨日我看他是真疼你，从心里疼的那种，跟我这个妹妹不一样。当然还是我妹妹跟我亲了，咱们是永远都不会变的血肉至亲。他是好时恨不得想尽一切办法讨我欢心，坏时你也知道他有多狠心，这就是至亲至疏夫妻吧。我以后就盼着19能得遇良人，找个一生把你捧在手心里放在心尖上的夫君。多谢姐姐，我也盼着姐夫能永远把姐姐捧在手心里放在心尖上，但是再也不能老指望着别人心疼，姐姐要学会疼爱自己。女人再要强也有孤独脆弱的时候，姐姐还是希望你能有个依靠，不要把心思全放在病人身上。若身边有懂你疼你的良人，你也要留意一下，不要错过才好。我知道了，我现在每天过得充实又舒心，姐姐无需为我劳心伤神，等缘分到了我会珍惜的。姐姐好好休息吧。这天傍晚，七皇子身体恢复得很快，现在已经能正常饮食了，只是天天问起师傅，想让您去看他。小孩吗？跟谁聊得来就喜欢给谁玩。他现在已经无碍了，有这么多太医守着，我就不去了。他就是想师傅了，还说师傅没空看他，等他好了就来咱们家看望师傅。他一个小孩想什么说什么，皇子有理智约束着，哪能随意出宫？徒儿看他也是个小孩，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孩，性格脾气半点不似他母亲。都过去好几天了，师兄还剩娘娘的气呢。哼，他就是个脑子糊涂又无理取闹的人，他可以像几个太医一样不相信师傅的医术，这倒没什么，但他不该怀疑师傅的用心啊，师傅的善意不该被任何人恶意的揣测。这点事真不值当的生气，人活在世上哪能不受点委屈呢？百人百姓百脾气，吵吵几句不算啥。若是咱们当时怂了，没给七皇子手术，这会儿七皇子的情况估计就不好了。若不手术都不一定能撑到现在。咱们救了人，得了心安，得了财物，还得到了善缘，何乐而不为呢？这善缘比财物宝贵多了。七皇子是个可交之人，七皇子指不定哪天就会帮到咱们。师傅，我发现师兄这人对什么事都很大度，但是要对师傅不敬，师兄就不能忍了。子由是护师心切，怕我受委屈，其实我心里皮实着呢。徒儿知道当以病人为先，也很喜欢七皇子，但就是受不了别人在师傅面前趾高气昂、胡言乱语的样子嘛。在徒儿心里，那些贵人都不如师傅尊贵。哎呀，还是民间好，皇宫里的人，咱们以后还是尽量不接触了。主子这次估计在宫里出名了，以后再有太医治不了的病，想躲也躲不开。师傅还真是出名了，现在各宫里的人都知道七皇子的病是太医令的师傅治好的。我这2天走到哪儿，都有人问我师傅的事儿。林彻不悦地看了秦慎一眼，师兄，这可不怨我，细说起来是世子把师傅的医术暴露出来的，这一次真不怨我。出名就出名吧，又没办坏事，治病又不丢人，暴露就暴露吧。哎，皇宫里的人和事儿都很复杂，咱们好心救了人，指不定又会妨碍谁呢。虽说救人性命不该嫌弃贫富，但徒儿就是不喜欢宫里的人。林彻的忧虑不无道理。太子去昭阳殿看望了七皇子，回来气呼呼的给皇后禀告。哼，这个白素真是跟儿臣八字相冲，不但让表弟跟儿臣生分了，连小七这个判了死刑的也给救活了。真的死不了了吗？可不，儿臣刚去看了，小七精气神好得很，一口一个大皇兄喊着，除了还在床上躺着不能到处溜达，跟从前没什么两样。他岁数小，就算他母子俩得宠，暂时也不会有争储的心。吴贵妃又是个没脑子的，成不了大气候。吴贵妃看似头脑简单，不知道是不是扮猪吃老虎。若真是头脑简单，父皇会这么宠她吗？小七可是个招人疼的聪明孩子，母子俩都受宠，只怕以后不会太安分了。你也不用过多忧虑，你父皇是个顾念旧情之人，我与他是结发夫妻，你又是嫡长子，只要你不犯下大错，谁也撼动不了你的太子之位。彭儿，咱们不能没有防人之心，但万不可生出害人之心，否则必会反噬己身。儿臣记住了。你也说了，小七是个招人疼的，既然他平安了，倒不如搞好关系，省得他站到别人的阵营里去。是。涵儿跟你生分也是表面上，真有事他才是真跟你一条心。至于白苏，只要他不招惹你表弟，就不必去管他。救小七是你父皇的旨意，也怨不得他，只能说小七命不该绝。
平静的日子一下被徽州的急奏搅乱了。徽州急奏上说，随着瘟疫横行，惶恐不安又束手无策的百姓开始信奉神明。有一个叫张燕的人，自称是上天派来拯救万民的圣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四处传道。众卿看此事如何应对啊？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朝廷先派重臣去平叛，然后拨粮赈灾，尽早消灭瘟疫，三管齐下，方能稳定民心呢。皇上，郭丞相说的大家都知道，可是实施起来就不易了呀。既要筹集大军粮草，还要筹集救灾粮，户部现在已经拿不出那么多钱粮了呀。既然百姓如此艰难，朕理应跟百姓共度难关。从今日起，除太后外，朕及所有皇子、公主、嫔妃吃穿用度一律减半，节省的钱粮用以赈济灾民。皇上都紧衣缩食了，臣子当然也得表示一点。大臣们纷纷应声，都表示愿意和徽州灾民共度难关。皇上，既然各位同僚都有体恤百姓之心，不如一视同仁。灾情期间，州府以上官员俸禄全部减半，再倡导各地士族富商募捐，定能筹集够灾民的费用。否则，仅靠朝堂上这些官员的俸禄根本就不够啊！皇上，臣觉得郭丞相的方法可行啊。平叛的将士要吃粮，得瘟疫的百姓要吃药，饥民要吃饭。来年开春，百姓种地还得要种子，钱少了根本就不够啊。何况灾民得等到秋收才能见到粮食啊！那朕就替徽州的灾民谢谢各位爱卿，直接拟旨，按郭爱卿的提议把旨意颁发下去，我们大州上下一心，定能让百姓渡过难关。皇上圣明，钱粮有了，就该平叛了。平叛一事刻不容缓，否则叛兵作乱，百姓被逼得四处逃窜，瘟疫会迅速扩散，必须尽快解决，半点不能马虎。那些叛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都是饿着肚子的饥民，估计也不会多强悍。哪位爱卿愿意接以重任，为朕分忧啊？皇上，臣以为这些无知的流民不过是被有心之人利用，再加上饿昏了头，才做出一些抢粮的蠢事来，算不得什么叛军，充其量就是落草的匪寇。臣愿领军前往威州荡寇，臣有信心剿灭匪首，让这10数万渔民回家种地。大将军的意思是招抚为主，只处置带头的叛军首领吗？不错，皇上，疫情期间不宜大开杀戒。皇上，臣也愿领兵剿匪。说到底，这10余万百姓也是皇上的子民，若是诚心悔过，就放回去种地；若冥顽不灵的，再以重罪处置。瘟疫期间确实不宜大开杀戒，这帮渔民若能悔过，朕也可以网开一面，但匪首必须押回京城，处以极刑，以儆效尤。皇上圣明。两位爱卿不惧艰险，愿意为朕分忧，朕心甚慰。但是你们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各位爱卿怎么看？父皇，大将军实战经验丰富，战功赫赫，又威名远扬，必能震慑叛军。楚寒的威名和能力都比不上大将军啊，而臣看大将军最为合适。楚寒经验不足，手下也没有嫡系，确实不如赵云稳妥。那就辛苦明轩了。明轩，你需要带多少人？3万人即可。3万对10几万，可以吗？可以，臣有信心，省下的军粮都做赈灾之用。匪首万一强悍，臣也可以收编周边的官军补充。朕把赈灾粮和军粮、钱款一并交于你手中，平叛赈灾、整顿当地的吏治，都由你全权决定。徽州所有官员的任免均由你做主，朕再赐你尚方宝剑一把，生杀予夺都能便衣行事。3日后点军出征，臣定不负皇上所望。剩下的就是治瘟疫的人了。灾民的人数太多，那10几个御医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还病倒了几个。皇上，微臣愿亲自带领太医院的太医前往徽州治瘟疫，不消灭瘟疫，臣誓不回京。皇上，臣以为皇上应颁下圣旨，广招天下医者和能人异士，跟太医令一同前往徽州治疫。吴大人的想法是好的，只怕难以实现了。百姓都是瘟疫如洪水猛兽一般，躲还来不及，谁会千里迢迢凑上去为陌生人不顾性命？是啊，徽州本地的大夫还不敢救治得瘟疫的病人呢，何况外地人？不管有没有人前往，朝廷都该有个积极的态度。医者父母心，天下不乏有心存大义之人呢。对，吴爱卿说的有理，按吴爱卿的提议昭告天下。另外，
太医院的太医，除去50岁以上的留守，剩下的全部随军前往徽州。至于谁全权负责质疑事宜，朕心中已有合适人选，明日再颁旨。皇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治瘟疫是太医的职责，当然该由太医令负责了。皇上，太医令才是最合适的人选。秦氏一愣，也明白了皇上说的合适之人是谁。朕明白两位爱卿的意思，但这关系到千千万万百姓的性命，朕还想问问他的意见。此事就这么定了，众位爱卿还有事要奏吗？无事就散朝吧。皇上，大将军一人负责平叛赈灾，实在辛苦。臣在宿州剿匪5年，经验最为丰富，臣愿跟随大将军一同前往徽州，为徽州百姓出一份力，求皇上恩准。皇上，世子忠君爱民，不畏生死，着实令人敬佩。但臣以为，大将军和世子不宜同时出京，禁军和羽林军同时更换统领，对京城的安危不利呀。对，皇上，羽林军深系皇城安危，世子不宜再出京。就这么定了，楚寒，你也不必太过担心，朕相信朕的勇士们都会平安归来。散朝吧。你这个混账东西，为了一个女人这么不管不顾的，连命都不想要了，你还有没有一点理智啊？姨母就你这一个儿子，你是不是想让他以后连个祭祀之人都没有啊？啊？什么叫不管不顾啊？我身为大周的武将，为国尽忠不是应该的吗？出征也不一定会死啊，就算我死了，我父亲子嗣众多，哪个敢不祭祀嫡母啊？你个混账东西！太子闻言气得抬手就想抽他，不料楚寒闪身躲过。真是反了你了，我还教训不了你了，我看你再敢躲一下。哎，表哥，别打我脸，身上你随便打。他就要走了，我想再去看看他，我鼻青脸肿的，他见了心里会不好受。你这个样子，我宁可你跟以前一样，日日花天酒地，当一辈子纨绔。兄弟俩一坐一站，好一会儿没人言语。表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真的想跟他一起去啊。你能不能帮帮我，找个得力的人接管羽林军，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你想都别想，只要我活一天，你想自寻死路就不可能。为什么赵云能去，我就不能去啊？表哥，你这是徇私。因为赵云比你冷静，比你有经验，各方面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身怀医术，又有人护着，一定会没事的。你想报答白苏，以后有的是机会，干嘛非得这样啊？你这2天啊，安安稳稳的，愿意去看看他呀，就去看看他，看他缺什么，给他准备准备。别想着去威州啊，也别琢磨着没用的，有我在，你哪里也去不了。天启帝散了朝，就命人去宣白苏。朕想让师妹去徽州治瘟疫。老天让白苏穿到这里来，或许就是这样的安排，让他带着现代的知识，为这些贫苦的百姓出一份力。朕知道，让师妹一个弱女子千里迢迢的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是强人所难，但朕真没办法呀。太医对瘟疫束手无策，秦甚比他们也强不了多少，指望他们想出法子，不知得等到什么年月，百姓等不起呀。皇上，我愿意去徽州尽点绵薄之力。朕替天下万民多谢师妹大义。皇上是万民之主，怎么能给我行礼呢？我身为大周的百姓，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师妹为天下百姓涉险，理应受朕一拜。只是不知道我能帮百姓多少。其实比治瘟疫更重要的是防疫，这个得需要所有人的努力配合。皇上，我需要全力。朕会任命你为钦差大臣，由你全权负责治疫事宜。皇上，瘟疫期间不宜杀人过多，否则会给治瘟疫带来麻烦。那些人说到底都是些想活命的百姓，希望皇上能以招抚为主。此事明轩已经提过，朕已经答应了。这次还是由他带兵吗？是，此次比出征西北那次更为凶险。朕任命他和你同为钦差大臣，分别负责不同事宜，你们俩各司其职，又相互帮助。朕赐他尚方宝剑，你有丹书铁券，都是如朕亲临，权力是一样的，有敢不遵者，皆可先斩后奏。明轩和楚寒都舍不得让你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其实朕又何尝忍心？但师妹拥有的医术，一人之力就抵得过100万之师，别人没办法取代呀。皇上，没关系的，救人如救火，医者有医者的职责和使命。楚寒知道朕想让你去，请求跟随明轩一块出征，应该是想一路护着你。他大概是怕我死在那里吧。他这人就是这样，讲义气，重情义，老想为朋友做点什么，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不上战场并没有那么危险，只要做好防护，瘟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这要是染上瘟疫，也是命该如此，谁在身边也阻止不了。都是朕让师妹陷入危险之中。
没事，皇上，我命大着呢，定会平安无事的。行善之人自有天佑，朕也相信师妹一定会平安归来的。朕看得出楚寒和明轩对你都是一片真心，师妹若是想嫁给谁，等志毅回来，朕给你们赐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任谁也不敢再欺负师妹。好，我先把瘟疫消灭掉，等以后我有了心上人，若有了为难之处，便来求皇上。天启帝见白苏嘻嘻哈哈，面上不见愁容，心里的愧疚感也缓解了不少。白苏给天启帝提了几条建议。师妹的意思是各地都专门设置个地方集中安置流民，然后集中给流民施粥。不，我的意思是在窝棚内给流民砌建灶台，由官府提供粮食物资发放给流民，让他们自己生活过日子。有病症的窝棚外贴上标识，官府派大夫诊治或提供药品，这个是隔离之法，等同于拆屋隔火之法。还有死者一律火葬，及时处理传染源头，这个非常重要。这得需要各地官府出许多的钱粮和物资，还得动用很多劳工，实施起来可能不太容易。此事看似艰难，其实并不是不能解决。朝廷把瘟疫的危害在全大洲进行宣传，鼓励大家捐钱捐物，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若流民在城内四处乞讨，就会给所有人带来隐患。安置好这些流民，既是积德行善，也是保护自己家族的平安。天启帝听得连连点头。皇上在对出钱出力的善人进行宣传表彰，对各地官府应对瘟疫的积极程度跟政绩直接挂钩，对防范积极的官员进行嘉奖，对防疫敷衍了事造成严重后果的官员直接革职查办，贪污赈灾钱粮的贪官一律斩杀。恩威并施，一定能带动官员的积极性。另外，把滞留在各地的流民全部登记造册，地方官府实在贫困的给予支援，但是不准对流民放置不管，造成流民继续流动的也要追究责任。等瘟疫结束，灾情度过，再将流民按照家乡远近供给粮食进行遣返，才能尽快恢复灾后的生产。师妹，想不到师妹除了医术精湛，还有治国济世之才。从古至今发生过多少次瘟疫，朝廷从没有人想出过这么周全的法子。师妹，你就是大周百姓的救星，是朕的福星。朕有师妹相助，何愁治不了瘟疫？这些都是治瘟疫的一些常识，是前人留下来的智慧和经验，它只是原样照搬而已。皇上过奖了。另外就是我们去徽州需要的东西了，我需要大量的口罩，就是我给七皇子做手术时戴的面巾，所有去徽州的士兵和医者们全部都得佩戴。还有，白苏把能想到的防疫常识和必备的东西讲了一遍。师妹，朕马上召开廷议，把你所说的内容和朝臣商讨一下，今日就颁下圣旨，你留下来一起吧。不了，皇上，就这些东西，我也没什么可补充的了。这次的事情太突然，我得回去对家人做些安置。师父，求您不要去了好不好？不说路上有多辛苦，又有叛乱，又有瘟疫的，太危险了。咱给徽州的百姓多捐点钱粮、药品，您在京城研制药品，放我徽州也是一样的呀。主子，不能去呀！是啊，主子，林公子说的对。再说了，保家卫国都是男子的事儿，哪有让女子为国尽忠的？就算是抓壮丁，也轮不到主子身上。主子，这瘟疫可比真刀真枪厉害多了。您去治理瘟疫，得天天跟病人打交道，这不是天天跟阎王打交道吗？不能去啊，先生。我就知道，跟你们说了会是这种结果。要不是走得紧急，需要准备东西，我真想再瞒你们2天。瘟疫虽然可怕，但是做好防护，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危险。你们不要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不会再更改了。师父，徒儿求您了。徒儿知道您是心疼那些难民，但你也得爱惜自己啊。师父，子由，你是学医的，你应该最明白，不见病人，只听别人描述的病症，根本研制不出好的药品来。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但我有我的信仰，我乐意为那些灾民出点力。我已经答应皇上做这次致意的钦差，带领着太医院的太医南下，圣旨很快就到了。变不了了，都起来吧，别跪着了。主子，您挣的钱够咱们几个一辈子花用的了，好好的日子不过，干嘛非要去那要命的地方啊？您这是图什么呀？孙敖，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那些上战场的将士，好多都是世家子，家里钱多的几辈子都花不完，不是照样舍生忘死的去战斗吗？这些事总得有人去做呀。医学是我热爱的事儿，做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我不觉得苦的。你们也不要愁眉苦脸了。既然主子主意已定，咱们就不要再劝了，多给主子准备些御寒的东西吧，别想没用的了。师父，
徒儿得跟着您一块儿去。徒儿不怕冷，也不怕苦，徒儿反对，只是不想让您经受这些。您千万别误会啊！既然您决定了，徒儿当然得追随师傅了，给您跑跑腿，打打下手啥的。你不能去，还有你们3个也是，我不想勉强你们。你们如果害怕，就留在京城等我。那怎么行？主子身边怎么能没人伺候呢？婢子不害怕，婢子愿意跟着主子。福来是主子的人，当然也得跟着你。孙敖也要跟去。徒儿也不害怕，徒儿明白师傅的意思，是怕我父母不舍得。一会儿啊，徒儿回去给他们禀告一下，我父母一定会同意的。你父母同意，我也不带你去。你也不要让你父母为难，不要再提此事了。福来和秋月想要去就去，孙敖留在家里看家，家里这么多东西，没人看家不成，就这么定了。演艺结束，赵元又回了衙署，为出征的事忙碌到很晚才回家。怎么啦？今儿回来这么晚，是不是军中有事儿？母亲，儿子不孝，3日后又要领兵出征了。又起战事了？怎么没听你说过呀？边境有什么隐患呢？母亲，不是边境，是徽州金民民变了。母亲，皇上让白苏做知议的钦差，带领太医院的太医一起前往徽州。白苏已经答应皇上了，让白苏去。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白苏医术和能力都这么强，或许是最好的人选。唉，只是这大冷天的，苦了他了。云儿，你是不是心疼了？儿子知道他的能力强，但这些都是男人该做的事情，让他一个弱女子颠沛劳碌，奔赴千里，去做这么危险的事，儿子这心里头老觉得不是滋味。女子怎么了？女子对家国百姓的赤诚之心不一定比你们男子差。白苏既聪慧又有巧思，医术又强，本身就比大多数男子强。还有啊，女子比大部分的男子观察得更加细致一些，很多时候能够决定成败的关键恰恰就是细节。我现在老了，没什么用了。我要是年轻20岁啊，就跟你们一块儿去徽州，给白苏打打下手，帮帮忙去。母亲怎么没用了？母亲就是儿子心里的定海神针啊！只要您平安健康，儿子不管身在哪里都觉得安心啊。我壮实着呢，你去做正事儿，我在家也不给你添乱。大周自开国以来，还没有认女子为钦差的呢。白苏真给我们大周的女子长脸了。白苏能力有，今儿给皇上提了很多防疫抗疫的法子，都被采用了。他就是身子太弱了，儿子怕他到不了徽州，就得颠簸的病倒了。朝廷配备的马车中看不中用，现做又来不及，儿子想借您的安车啊，给他用用，让他路上少受点罪。儿子让人再给您做一辆一模一样的。那怎么行呢？那辆车我都没舍得坐过几次呢。你这是为了白苏，连你母亲的东西都算计上了。母亲，您别逗儿子了，那么远的路，白苏真受不住的。若病在半路上了，您又得心疼，还耽误正事儿。一辆马车而已，我有什么舍不得的？云儿有进步了，知道心疼人了。快去吃饭吧，我让人给你们俩准备东西。多谢母亲。将军太实诚了，少夫人跟着一起去徽州，不正好互相扶持，培养一下感情吗？依婢子看，这说不定是好事呢。偏将军闷闷不乐的样子，这是一点危险和苦头也不愿意让少夫人承受。不怪他担心，这瘟疫看不到摸不着的，没法提防啊。他这是拿自己的命去救万千百姓的性命呢。他身上的这份勇气和担当，真是不输这世间男儿。别说云儿喜欢了，就连我也佩服他呀。千金之躯，不作微堂。少夫人既然是钦差，就是太医院最尊贵的人，哪能事事亲力亲为啊？指挥太医动手，自己不直接接触病人，应该就没事吧？他身边的人也会劝着少夫人吧？估计他不会躲着，他就是去治瘟疫去了。他若是害怕，直接拒绝皇上不就完了？他又不是朝廷的人，你去给他们说，让秋红多给他准备点贴身用的东西，找2块好料子，明日我亲手给他做身棉衣。楚寒心里难受坏了，越想越觉得是自己害了白苏。宴一散了，他直接去了小院。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皇上，白苏，我真希望你自私一点。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的想帮那些灾民，可是我一点也不想你去。我一想到你白天颠簸一天，晚上睡在荒山野地里受罪，到了徽州还得天天接触那些染了瘟疫的人，我心里就难受的要死啊！剿匪是你们官兵的使命，我们当大夫的也一样，治瘟疫是我们当大夫的使命。这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还骄傲柔肩勇担重任，巾帼不让须眉。你该为有我这样的朋友骄傲才对。我都快难受死了，你还跟没事人一样。白素，你去给皇上说说吧，让我跟你一块去。皇上听你的，只要你说出来，皇上一定会答应的，不然我真不放心。楚寒，你不是我白素的私人侍卫，我怎么能给皇上提这样的要求呢？我不是怀着私心，我什么都不盼，我就盼着你平安。等你平安回来后，你不再需要我保护了，我就躲得远远的，绝不给你惹麻烦。我谢谢你对我这份心意，但我不能接受。楚寒，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你是羽林军中郎将，护卫京城，保护皇上才是你的职责，这份责任比保护我重要无数倍。你真的无需为我个人去做什么，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不是的，白素，你不知道你的安危有多重要吗？你是这次瘟疫的关键人物，朝廷给你配一个好一点的护卫，不是应该的吗？我的本意就是消灭瘟疫，既能解皇上之忧，又能解百姓之苦，怎么可能为了个人安危，把守卫皇上的人要走呢？楚寒，我没你想的那么危险，叛军不管有多少人，那都是赵云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我无关。白素，我是真不放心，你身边连一个会武功的人都没有。要说危险，最大的危险就是瘟疫，这方面我比你厉害。楚寒一脸不信地哼呵2声。我这次一走，过年就要在徽州过了，下次咱们见面还不定什么时候。对了，我不想11姐知道我去徽州的事情，让她担心。到孔家举办宴会那天，11姐见不到我，一定会问你，你尽量编个好点的理由，帮我遮掩一下。我一定会办好这件事的，到时候我带你送份厚礼，一定不会让11姐在婆家没面子。谢谢你，楚寒，我11姐能有今日，都是仰仗你。说了永远都不要跟我说谢字，我能活到今日，还是仰仗你呢。去徽州我帮不上你，我就替你照顾好11姐，定不会再让她受委屈。我在京城等你平安归来。朝廷的各个部门都在为徽州的事儿忙碌着，白素则在家整理医学上想教林彻还没有来得及教的东西。午后，林胜夫妇把林彻送回小院。白先生，我们夫妇今日过来，就是想把彻儿亲手交给您，让他跟着您一块儿去徽州。师傅远行，当徒弟的理应跟在师傅身边侍奉，为先生尽点心，也为那些难民尽点微薄之力。对，先生吩咐彻儿的那些事儿，有他父亲在家监督着，出不了岔子。林夫人，你们不要担心我，我身边有子谦、福来和太医们，他们都能帮上忙，就不要让子由去了。子由留在京城是遵从我的命令，没人会说他什么，就让他在你们身边尽孝吧。先生对彻儿的关爱之心我们都明白，彻儿坚持要跟随先生，也不是怕别人说什么，是为了他自己能安心。何况小孝孝父母，大孝治天下。先生，彻儿有这个机会和志向，我们当长辈的都该支持才对呀。先生不要拒绝了，彻儿拜师不单是学艺，更是该学先生身上这份担当和无畏。彻儿昨晚给我们讲了一些细菌感染的知识，我们也了解了一点儿，只要做好防护，瘟疫就没那么可怕。是啊，师傅，我母亲已经命仆人赶做手套和口罩了，我们不直接用手触碰病人，一定染不上的。你就让徒儿去吧，求您了，师傅。白素被一家3口轮流劝解，一时也没了主意。师傅，官府正在街上招募大夫呢，您若是还不答应，徒儿就去街上找官府报名去。彻儿，你怎么跟你师父说话呢？你平时在你师父面前都这么没规矩吗？还不给你师父赔个不是？你心里再着急，也得你师父同意了呀。你师父不同意，你还真敢忤逆不成？师父，徒儿没有不敬的意思啊，徒儿只是跟您表明决心啊。您的顾虑徒儿都知道，您想要徒儿平平安安的，徒儿一定会加倍小心，一定不会让自己有事的。不见病症，也不知道瘟疫是靠什么传播的，这谁能保证得了？我自己怎么着都没事，我是真不想让你有任何闪失。徒儿也是一样的呀，徒儿明明可以帮上忙，师父若不准徒儿去，徒儿岂不是难受死？师父若不准，徒儿就忤逆师父一次，就算用双腿徒步，也得跟着师父去徽州。我白素何德何能够得此家图？师父不嫌弃徒儿就好了，只求师父答应徒儿。林先生和林夫人如此厚待于我，我却把你们的独子置于危险重重的境地，我心里真是于心不忍啊。彻儿得先生才是福气，朝廷号召天下大夫共同抗疫，先生身为抗疫的钦差，却舍不得自己徒弟去徽州，这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您呀，就算是给天下的大夫做个表率，就答应彻儿吧。先生不必想太多，所谓先造死后造生，彻儿命中该有此经历，不管他此行结果如何，他都做了该做之事。我和他父亲都支持他，也以有这样的儿子为傲。
何况彻儿从小就心善，此行必会平安归来。那我也尊重子由的选择，不再按自己的想法要求于他。此行我必全力护他周全。到了晚上，孙敖又对白苏央求，想让洪正堂的伙计看着家里东西，他也跟着一块儿去。主子，婢子自从进了白府，从没离开过您一日。说句犯上的话，婢子在这世上就您这一个亲人了，您就带着婢子吧。婢子虽然年岁大点儿，身子骨一点事儿都没有，一定不会拖累主子的。孙敖，我也一直把你当亲人呀，我不是怕你拖累，我是舍不得你吃苦。你在家好好养着身子，我还想让你陪我一辈子呢。你不是一直盼着我嫁人吗？咱家这么多东西都能当嫁妆，交给别人看着，怎么能放心呢？隔天，林胜和叶掌柜又来了。洪正堂接到宫里的命令，说咱们生产的杨柳酸对瘟疫有一定的疗效，让洪正堂大量生产杨柳酸，不让往外出售了，全部供往徽州。还有别的药也优先供应朝廷。这是好事啊，若杨柳酸对瘟疫有效果，这次治疫就多少有一点眉目了。我也是这样想，自从上次先生提点了丁仪，杨柳酸一直都是优先生产。发往徽州后又备了不少货了，但供应这么多灾民，只怕也是杯水车薪。先生若有新药方，徽州离京城太远，一来一回的太耽误事儿。林先生的意思是，救人如救火，片刻耽搁不得，何况瘟疫与先生和彻儿的安全息息相关。老夫想从大院里挑10几个机灵的伙计，带着模具跟先生一起去徽州，随时可以根据先生的需要制药，不制药的时候也能听从先生的差遣。先生身边也多几个使唤的人，大院这边也全力配合朝廷，尽量早点消灭瘟疫。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但有人愿意去吗？按理说，只要主子吩咐，没有愿意不愿意这一说法。但是东家宽厚，许了他们双倍的月钱，还承诺明年在各地开分店的时候，从他们中间挑掌柜。何况他们还有机会服侍先生和少东家，哪个不争着抢着要去呢？他们甘愿就好。虽说咱们的药大多都能靠汤药代替，但汤药既浪费又不方便，像杨柳酸这种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汤药代替，他们去了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黄昏的时候，楚寒送来许多吃食和御寒的东西，送给白苏的是一件白狐裘的斗篷，给林彻和福来一人做了一个貂皮的披风。你是从哪里得了这么好的白狐裘？来路不正，我可不要啊！这是我连夜找人熬了2个通宵做的，你怎么能不要呢？来路正得很，我从皇宫里找的，皇上不让我陪你去，我就厚着脸皮找皇上要了几块好皮子。楚寒，我还是想拒绝，你知道我的，我不喜欢收太贵重的东西，也不愿意让你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和心思，我什么都回应不了你的。我对你早就没有非分之想了，只是拿你当朋友，当亲人对待，你怎么老是误会我的意思，把我当洪水猛兽看待啊？白苏一看楚寒生气，又觉得自己可能误会了楚寒。你别生气，你不欠我什么，有什么不安的呀？这东西不是太贵重了吗？那些吃的我想都不想就能接受。你管它贵重不贵重干嘛？暖和就行呗。我只是拿你当朋友对待，你却对我各种生分，拿我跟陌生人一样。你如果不收，我也跟林子由一样，哭给你看。楚公子，你又在我师父面前编排我什么了？我没编排你。福来子由那2件披风合不合适啊？非常好，多谢楚公子。多谢楚公子。其实我母亲已经为我准备了好几个披风了。当然了，这么冷的天，御寒的衣物越多越好。对呀，御寒的衣物当然越多越好。这么简单的道理，偏有人不懂。朋友之间有什么可见外的？你们都过来坐，别站着了。这事又说给我听呢？你直接说我的名字就行，还偏有人。都过来坐，陈峰也坐。你就是太监外，你送我东西，我就从不客气，因为我知道我接受的不只是一件礼物，更是一份心意。师父不是拒绝你的心意，是嫌你送的太贵重吗？这件上好的白狐裘，至少价值1000金，够小户人家花好几辈子啊！管它值不值钱啊，暖和就行了呗。这世上的东西，用得着才有价值，没人用它，它就是库房里面的一块碍事的物件。难道真的像赵明轩说的那样，为了楚寒的一次表白，就变得杯弓蛇影了吗？这次离开，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两说，为什么还要让真心对自己的好朋友难过呢？楚寒，这个白狐裘斗篷我就收下了。刚看你大门虚掩着，喊了2声也没人应声，就直接进来了。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明日的出征仪式上记得穿官服。皇上和文武百官要为大军送行，沿途还会有许多百姓穿官服，还正是一的。多谢你提醒。没想到你们在吃饭，你们继续吃饭吧，我就不打扰了。2位将军留步，你们若不嫌弃，
就留下来一块吃饭吧。是啊，将军，一块吃点吧，准备了很多菜呢。将军，属下馋先生家的饭好久了，既然赶上了，您看，咱要不……李友这么一说，连车和福来赶紧热情挽留，把2位往座上让。那就打扰了。你们怎么忙到这么晚？这次出征太紧急了，除了人员安排、筹备辎重粮草、制定行军路线外，还有许多事需要部署和准备，每次忙完都很晚了。哎，你们呢？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还有没有什么缺的？准备齐了，我们就几个人，没多少东西。这2天啥也没干，就在家备这些吃的用的了。楚寒也送了不少，什么也不缺了。那就好。赵云接过李友递过来的肉串，咬了一口，外焦里嫩，满口生香。福来的手艺越来越好了。谢将军夸奖。不过是说了一句屁用都没有的废话，值当乐吗？他比得上我对你好吗？我送给你们的东西都是从皇宫里找来的贡品，也没见你小子多高兴，对起我来一点情面都不留。你本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却要跟我们这群当兵的远赴千里，冬日行军比平时更为艰难，往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让你吃上这样一顿丰盛又美味的饭了。没事，我答应皇上的时候就有心理准备了，你们都能做到，我也能坚持。将军，我母亲给准备了好些腊肉什么的，我们带着烤炉和铁锅，军营里允许我们自己做饭吃吗？不是允不允许，是白日有行军没时间，晚上扎营以后，只怕你们有做饭的心，也累得动不了了。我们有专门做饭的士兵，你们凑合着吃点，再吃点自己带的吃食垫垫，到了徽州就好了。那我们今晚就多吃点，路上这些天估计就吃不到什么肉了。不是没肉，军中也有腊肉啊，只是数量有限，不过供应先生还是能供应得上的。虽说跟在家里没法比，但是有我们这么多兄弟在，怎么也不会委屈先生。多谢你们的好意，不过你们千万不要将就我备着许多肉呢，足够我们几个吃的。对，主子把肉切碎，用调料腌制好，灌进了肠衣里，蒸一下就能吃，备了不少呢。肠衣就是猪肠子，把里面的黏膜和外面的肠皮清洗一下，只剩下肠子中间薄薄的一层，主子给起了个名儿叫肠衣。白素，你这脑袋瓜怎么想出来的？肉还能这样吃啊？你走的时候拿些回去，虽不是什么好东西，也吃个新鲜。别了，你自己留着吧，别说在路上了，就算到了徽州，当地的官员也不一定有好东西招待你们。我在京城等你们，等你们回来了，我再来你家尝。是啊，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做这些花费了不少力气吧？都是福来做的，我没动几下手。辛苦福来了，我们路上就靠这些肉改善伙食了。将军，我们早2天来先生家好了，这个做起来也不算难啊。若每次出征的时候，将士们都自备些带着，就不用天天吃大饼蘸酱和腌菜了。现在知道也不晚，下次出征的时候就能用上了。白素，你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非常适合行军打仗时使用，既可以改善将士的伙食，还节省时间。时间对行军太重要了，有时候整个大军的生死存亡就在谁能抢占先机，时间就是先机。午门外，大军早已集结完毕。朕今日率文武百官送众将士和2位钦差出征，今国难当头，社稷临危，我大周将士身为堂堂7尺男儿，热血丈夫，功名志向马前取，看我3军上下艰巨俱奋，披肝沥胆，拯救万民，一力承担，为国捐躯者虽死犹荣。我大周上下一心，定能剿灭匪寇，消灭瘟疫，护我大周百姓。朕以为此战必胜，战必胜！众将士声声威武之声，气势恢宏，喊声震天，3呼过后方停。朕今日在此恭送众将士出征，恭祝大军得开其胜，早日凯旋，战必胜！出征仪式在将士们震天响的口号声中结束。明轩、白苏，朕在京城等你们平安归来，臣必竭尽所能，不负皇上厚望。皇上您放心，我们都会拼尽全力的。先生，白苏，你这才手术几天呀，就走路急匆匆的，太医没跟你说要好生养着吗？我来给你送行啊！那帮子欠打的太监，我说了让他们早点喊我，他们偏偏记不住，差点就误了大事了。要不是昨日太医说漏了嘴，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你也是的，出征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起码也要跟我告个别吧。这次出征很紧急，我不是没来得及吗？好吧，我原谅你了。七皇子从脖子上摘下一块翡翠玉牌，这是我从小带到大的护身符，可灵验了，我把它送给你，保佑你平平安安，无病无灾的。你弯弯腰，本殿下想亲自给你戴上。护身符怎么能随便送人呢？你留着吧，你的心意我收下了，我也希望你平平安安的。护身符就是我的心意，本殿下就要送给你。我前天刚拆了线，你如果不弯腰，
本殿下就垫着脚给你带上。多谢七皇子，我就暂时收下你的平安符，等我从徽州回来再还给你。你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白苏，也是无惧无畏的勇士。等你凯旋归来的时候，本殿下亲自出征迎接你。好，再见，李炳，你也要保重。出发。大军在低沉浑厚的号角声中浩浩荡荡地离开午门，顺着宣直街往南进发。主子，您若是想再看先生一眼，咱们骑马赶上去，再送先生一程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何况街上早就挤满了送行的百姓，我们没法追了。陈峰，我觉得我娶不到白苏了。您是说赵将军有机会接近先生？那也不一定说明什么。有的人接触的越多越生分，他们从前是夫妻，接触的不多吗？不是处不来吗？说不准先生以后会更讨厌他呢。不会的，我虽想不明白赵云这么聪明，当初为何不喜白苏，但他现在对白苏的确是用情至深。从白苏一下车开始，他的眼神就追随着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分一部分目光去看赵云，赵云从没把我当成过对手，而我总是特别在意他接近白苏。或许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他比我强，才会害怕和嫉妒吧。主子，您怎么这么说啊？您无论家世、样貌和本事，哪一样比他差？何况他的性格既呆板又无趣，怎么能给您比呢？有好家世不如有好家人。赵云有个好母亲，只这一样就远胜于我。何况家世太好，只会让人束手束脚，空有一身本事也没办法施展。如果我也有征战的经验，此次未必会输给赵云。男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自身有本事和能力。一个优秀到强大的男人，身上纵有缺点，也会被其散发出来的光芒遮掩住的。我此次失去的，极有可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主子，您不用这么悲观。老话说得好，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赵云此去危险重重，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好说。您怎么……混账东西，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别说他自身关系着3万将士的性命和几10万百姓的安危，连白苏的安危也全仰仗他呢。他死了，谁保护白苏啊？陈峰也自知失言，跪在地上，一边认错一边抽自己耳光，3两下下去，脸就肿了起来。行了，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回去自己领20军棍，长长记性，以后说话的时候过过脑子。谢主子轻罚。主子，您别生气了，属下见您一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一着急才会口不择言，以后再不敢了。确实不能只长他人志气，还没发生的事儿，怎么能自己认怂了呢？与其患得患失，怨天尤人，不如赶快提升自己。哼，即使我娶不到白苏，也得当他最好的朋友。走，练那伙子少爷兵去，我非得把他们身上的少爷习气全部练干净，彻底甩掉少爷兵这个称号。白苏，这是子由的母亲给你的，说是她早起炒的栗子，让你路上吃，一直拿毯子包着，还没凉透呢。谢谢你给子由一个告别的机会。道路两旁已经没有了送行的百姓，只有行军的踏踏马蹄声、车轮声、脚步声。应该的，林家伟徽州灾民军前又派人救援，带动很多人军前出力，不少大夫在他们的影响下报了名。我也很敬佩他们夫妇，他们都是好人。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他们因你而去的徽州，你怕他们不能活着回来，我也是一样。每次带兵出征，都觉得心里的担子很重。我不知道我带出去的人能带回来多少。我怕他们白发苍苍的母亲没了儿子，也怕他们的妻子没了丈夫，更怕他们的孩子没了父亲。可是每一场战争都会死人，这是没办法避免的事儿。若想天下太平，总得有人去做这些事儿。今日他们去守护别人，明日也有别人守护他们的子孙后代。杀人安人，杀之可以；以战止战，虽战可以。为将者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仗，让自己的兵少死一些。你们大夫在瘟疫面前也是战士，他们能跟你一起去治瘟疫，说明他们本就是怀着大义的热血的，你只是点燃了他们的热血而已。他们都是大周的勇士，你无需为此难受，带着他们打好瘟疫这场仗就行了。谢谢你给我说这些，你说的这些其实我都明白，可是看到他们家人不舍的样子，心里依然不受控制的难受。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消灭瘟疫，我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厉害。瞎说，你已经很厉害了。就你提的那些防疫抗疫的法子，就比历朝历代传下来的抗疫法子高明许多。开始我是反对你去徽州的，听了你的建议，我就明白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没法子想法子，慢慢摸索，哪有没见到病人就能断定能不能治的？你若没法子，别人就更不行了。我们打仗最讲究士气，你们应该也一样。你是他们的将领，也是他们信念的柱石，你可千万不要气馁啊！好，我不气馁，也会充当好他们信念的柱石。不想那些没用的了，我只能全力以赴，争取把他们全都安全的带回来。听到白苏的笑声，赵云不由得就跟着笑了。想不到你还挺会劝人，也感谢你对我的开解。秋月刚剥好的这把栗子给你吃，给。白苏探出手，
把一个纸包递过来。赵云脸上笑容止不住就加深几层。行军每十里一歇，前锋就是十里亭了。母亲说她在十里亭为你送行。我没跟他告别，就是不想他为我担心。你怎么啥都对老夫人说呀？哎呦，真是的，这么冷的天儿，还让老夫人去那么远的地方等我，送什么行啊？你不是挺孝顺的吗？怎么不拦着点儿？你说你……母亲平日就关心你，这么大的事怎么瞒得住啊？我出征这么多次，母亲最多送到门口，从没把我出征当回事儿。我心里啊还嫉妒你呢。你就不会劝着点吗？昨天晚上你也没说，我知道了，怎么也会给老夫人告个别去，就不用他老人家大清早跑那么远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劝过了，母亲说你是她的亲人，定要亲自为你送上一杯壮行酒才行，这是母亲对你的心意，我也不好过多阻拦。白苏，你是我们女子的骄傲，我为有你这样的亲人而骄傲。老夫人，您才是我们女子的骄傲。夫君为国战死，依然让独子承继父志。你比我强，我有报国之心，却没有你身上这份本事。不然呐，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您的报国之心和豁达的心态已经鼓舞到我了。刚才我还心里头打鼓，怕我自己做不好。您这一鼓励，我这信心一下就足了。那我这一趟来得太值了。你穿这身朝服显得很有气势，但还是单薄了些，这手啊没点热乎气儿。我给你做了2身厚袍子，在马车里边放着，红色包裹里的就是，你一会儿换上。我好些年没做针线了，你别嫌我做的不好，也别嫌厚，暖和最重要。老夫人，孙老给我准备了，府里这么多下人，还劳烦您亲自动手。白苏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你是大周的英雄，我也想为英雄尽一份心呐。他们若做那么厚，怕你嫌弃不穿，我老太婆亲自做的，你总得给几分面子吧。别管好看不好看，暖和就行。还有一些被褥衣物和一些小物件，是秋红他们准备的，都在马车内室里头，就是那辆。白素顺着老太太的手往那边一看，那马车本就比别的严实些，又收拾了2、3个晚上，我刚上去看了看，比以前强点儿。你一会儿啊就坐它，路上也少受点罪，马也换了最好的。那是将军特意给您做的，怎么能给我用呢？据说呀，那辆马车承载了娘俩对过往的念想。老夫人，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朝廷飞的马车也很好，又大又宽敞。马车是将军送给您的，还是您留着用吧？东西和衣物我都收下，让秋月跟田袄去取下来，一会儿我就换上。送我了，就是我的东西，我爱送谁就送谁，碍着他什么事儿啊？他敢质疑一下试试？儿子不敢，一切都是母亲说了算。白苏，你听话啊！朝廷的马车我坐过，一天跑100多里，浑身的骨头都颠得跟散了架一样，晚上浑身疼的睡都睡不着，我舍不得你吃那个苦啊！过了这个十里亭啊，行军速度就加快了，这个坐着还稳当一点儿。自从穿过来，其实只见过老太太4次，但老太太每次都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关爱和感动。我本想带点酒菜过来，但这天儿太冷了，吃凉的又怕你路上颠得难受，还不如不吃呢，就喝一杯壮行酒吧。老太太端起一杯酒递给白苏，报国何须男儿身，我们女子照样不输他们男人。白苏，我敬你一杯，祝你一路平安顺遂，早日凯旋归来。多谢老夫人，也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子由，我听云儿说了你和你父亲的义举，你们一家都是宽厚仁义，有大德之人，有大德之人必成天命，你父母一定会因为他们的德行增福天寿的。林彻低头嗯了2声。你师父身上的担子1000斤重，别人是有心无力，只有你们能替他分担一部分。白苏有你这样的徒弟是他之幸，有福来、秋月这样的忠仆也是他之幸。几人连道不敢当。老夫人，您放心吧，晚辈一定会照顾好师傅的。快到时间了，我再不舍你们，也不能坏了规矩。都上车吧。哎呀，主子，你怎么不喊婢子一声啊？自己动手了。老夫人刚还夸婢子是忠仆呢，你得让婢子像个忠仆的样子呀。婢子一个人也能把你伺候得好好的。小月最能干了。白苏换上老太太做的棉袍，轻软暖和，舒适合身。她觉得自己从身到心都被老太太的爱意包围着。哼，老夫人这是唯恐您路上不受委屈。您看，这些全是吃的，加上楚公子送的，还有咱自己备的，够咱们吃好几个月了。子由家里还备了不少呢，吃不完。等那10几个伙计拜见我的时候，除了打赏的钱，一人再给他们分点吃的，挑他们没吃过的给。
让他们尝个新鲜。这些东西他们哪一样也没吃过，伙计都是奴才出身，都是穷怕了的人，挣2个钱在手里攥出水也舍不得花。别说这些都是贵重的吃食，他们更舍不得了。同仁堂给的月金也不少，他们都不算穷人吧？没用，受过穷的人跟没穷过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从小没有花过钱，大了也不知道钱怎么花。你看东子，您给的月钱够多了吧？他1文钱都没花过，说吃的用的都是主子赏的，花不着钱。你怎么知道东子1文钱也没花过？他前些天让婢子看呢，那些钱整整齐齐的捆着，动都没动过。他为什么让你看呀？他说他花不着钱，问婢子花不花。主子对婢子那么好，吃穿都比得上财主家了，平日得的赏钱也比他多，怎么花得着他的钱？东子对你不错呀，他自己舍不得花1文，还怕你缺钱花。他不但对婢子说过，还问过福来，说要报答福来的教导之恩，福来也说不用。他那人就那样，还说攒多了要报答林公子呢。这孩子不言不语的，倒是个有心人，只是他的性子太老实，老让人不自觉的就忽略他。以后有什么吃的用的，我想不起来的，你就想着给他，一会儿把那些东西给他和福来1人分1大份，省得他们自己不敢拿。你们几个舍命跟随我，我不会舍不得一口吃的。也就您这样的主子这样说。马车里暖意融融的，而且行驶起来比寻常马车平稳许多。不一会儿就到了10里一歇的时候。师傅，弟子这几日太忙，白日里处理太医院的事，晚上还得回家安抚家里不懂事的家人。知道您去徽州，都没来得及去您那里一趟，请师傅恕罪。子欣不必多礼，我知道你忙，又怎么会怪你？你也不能说家人不懂事，家人为你日夜挂心，你安抚一下不是应该的吗？谢师傅理解。这辆马车暖和不少，还很平稳，你们几个就坐这辆吧，这么大的车就我和小月坐太浪费了。多谢师傅，弟子们都沾了您的光了，这岂止暖和一点啊！弟子坐的那辆车四处往里钻凉风，冻得弟子浑身直打哆嗦，脚都冻麻了。号角声响起，马车又咕噜噜的往前行驶起来。师傅，老夫人疼爱师傅，怕师傅路上受罪，才割爱相赠的。徒儿若是跟师傅同乘，恐会扰了师傅休息啊，让师傅受累，倒辜负老夫人一片心意了。不如徒儿每日上半日在此聆听您的教诲，下半日和子谦一起在后面的马车上温习，师傅也好休息一晌，不至于太辛苦了。对，还是师兄考虑的周到。真是惭愧，弟子一进这暖和地儿，光顾高兴了。随你们吧，你们在我跟前坐1天也拘谨，我倒没事，内室里有榻，我随时都能休息。你们累了就去后面车子休息，不累就可以在这里，我随时欢迎你们过来，在我跟前怎么轻松怎么来。几人齐声应是。不说这个了，咱们路上不能浪费时间，我计划把传染病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各项技能给你们讲讲，你们都要认真听，都用得上。几人齐声应是。今日先跟你们讲传染病的特征、类型和传播途径。这忙碌起来呀，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大军又行了30里，终于停了下来。碗筷都是将军特意给您准备的，绝对干净，先生放心用就行。这人是周平，负责路上护卫先生，先生大小事吩咐他即可。属下周平拜见大人。快免礼。朱信挥手让周平退下。嘿嘿，先生，将军知道您最爱洁净，让小的给您端了点热水净手。谢谢你们，不过以后吃饭的事让福来去打就行，不用麻烦别人了。随先生的意思，亲兵就是伺候先生的，谈不上麻烦。先生，冬日饭菜凉得快，您快上车上吃饭吧。朱信，你的胳膊手术才几个月，打仗还是尽量注意些。多谢先生。先生放心，信哥不上战场，在徽州只负责您的安全。周平就是信哥的属下。几人坐在马车里吃行军路上的第一顿饭。这腌菜太难吃了，让东子去给师傅拿咱们的腌菜吧。凑合吃吧，热乎乎的就行了。一来二去，饭都凉了，一会儿大军就要出发了。小的问过别人了，白日行军就吃大饼腌菜，以前连火都不生，就干吃2口，喝口凉水。这次怕是太医们顶不住，主子又说喝生水容易感染病毒，将军才下令生火做饭的。听说这腌菜也很珍贵，将士们一般都吃酱。哎呀，将士们的伙食太差了，过着风沙吃饭是没办法的事儿。但这饭食别说滋味了，连一点油水都没有，还没家里的奴才吃得好呢。他们为国为民才这么辛苦，让他们吃这个，真说不过去啊。子由，你这话有点像何不食肉糜了。大户人家奴才的衣食住行本来就是普通百姓不可及的，将士们大多都是普通百姓，都是靠天吃饭，就算风调雨顺也收不了多少粮食。他们平日的伙食就是这样，甚至吃不上这样的白面饼。是啊，少爷，一般人家都吃不上白面饼的，盐也贵得很，很多人家都买不起。是啊，师兄，行军打仗以来都是吃这个的，不是朝廷吝啬，是没办法。就这个朝廷还供应不了呢，军队粮草一直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唉，太不容易了。
粥都不准剩啊！别人补丁够不够喝，咱再浪费了就说不过去了。以后逢有战事，徒儿必要多捐一点钱，为将士们尽点心意。师傅，您刚刚说徒儿何不食肉糜，是过于天真的意思吗？是不是什么典故啊？徒儿怎么没听说过呀？是我以前看的一个小故事，说是百姓也是遭了灾荒，饿死了许多人。地方大臣上报当时的大王，希望大王拨粮赈灾。大王一听百姓没粮吃，都饿死了，疑惑不解道：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官员听后哭笑不得，这句话也流传了许多年。徒儿还以为师傅说弟子天真，看问题不全面呢。这个大王分明是蠢得要命的。徒儿在师傅眼里也这么无知吗？不是，我徒弟是天真善良，怎么会跟他一样呢？师兄你想多了，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师兄把问题看简单了。师兄可是我见过第2聪慧的人，跟蠢半点也不搭边啊。哼，你也敢笑我？你以后有问题再向我请教的时候，我得考虑一下要不要给你讲的那么仔细了。师兄误会了，我真不敢取笑师兄。子由是个纯粹的人，不过你父母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的确少了一点阅历，阅历少了，等你独挑大梁的时候会吃亏的。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才是最好的人生状态。这次去徽州对你来说会是一次很好的历练。师傅，徒儿记住了，知世故而不世故，是经历了很多，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依然维持本心。谢师傅教诲，徒儿定当铭记在心。白苏在，怎么了？快关住窗子，这会儿风大了，以后不管谁叫你都不需要开窗子，在里面应一声就行了。军队的伙食你定是吃不惯的，那是他的右边有一个食盒，里面有点心，你饿了就吃点垫一垫。我看到了，谢谢你。白日行军，时间紧迫，全军上下吃的都一样，晚饭的时候伙食还好些。没事，你们吃啥我吃啥，我没什么不能适应的。那你休息吧，有事吩咐周平。紧接着就听到马蹄声往前而去。主子，婢子觉得大将军好可怜，你看咱后头一眼望不到边的马车，至少得几10辆吧。手下的文官太医，甚至像我和弗莱这样的奴才都坐马车，将军却在外面吹着冷风。大将军太不容易了，真想不通，明明是大军中身份最高的人，干嘛要自己苛求自己？为了激励士卒，为了凝聚人心啊！做士卒不易，当将军更难。将领若不能以身作则，就无从体会士卒的冷暖。将领体恤士卒的劳苦，士卒才会感动而甘心报效。你看外头那些步兵，全程用脚掌走到徽州，若没有人激励着，将士们一日也跑不了这么远吧？这就是榜样的力量。道理是这样的，可是明明手握大权，却硬生生的忍着，就是为了打赢仗。将军真能忍，要不人家当将军呢？依婢子看，人能走到什么位置都是有原因的，哪一个也不是凭空在自己头上的。这倒是真的，没有天生的强者，成大事者无不是性情坚毅之辈。小月，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你若是不陪我来，我这一路上真不知道怎么熬。主子，您别坐着了，您躺里面边踏上去，婢子好好给您捏捏，上面铺了好几层新褥子，软软和和的。白素正觉得身上疲倦，小月，你真好。主子啊，您总是跟婢子客气，婢子若是不陪你，那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婢子觉得咱们同行这几万人，谁也没有婢子活得轻松享福。白素听得咯咯直笑。主子您别笑，婢子说的都是真心话。大将军和他手下的文官武将，既得激励军心，还得关注敌情。您和林公子以及众位太医，还得操心瘟疫之事。几万大军都在冒着寒风行军，只有婢子啥也不用想，在这暖暖和和的马车里，陪着天底下最好的主子。小月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小月，一会儿你想着吃食盒里的点心那么多，隔几天就不好吃了。自己是治瘟疫的钦差，也是众医者的将领，自己又该怎么跟他们搞好团结，上下一心，带领他们打赢瘟疫这场战争呢？到了黄昏，大军终于走完当日的行程，很快连绵的营帐便出现在众人眼前。大人，大将军求见。请进。怎么连求见都用上了？这等同于你的房间啊，未经你的允许，我怎么能随意进呢？请坐。你在外头先喊我一声不就行了？一说求见，我怎么感觉跟下官求见上官一样？李友在马车旁挥手把周围的亲兵赶得更远些，省得他们支棱着耳朵听。你可不就是我的上官，虽同为钦差，但地位大不相同。皇上命令我保护好你，母亲命令我照顾好你，而且打仗的事我不能命令你，治瘟疫的事我和我带领的3万人都得听从你的命令。你可不是我的上官吗？白素笑笑没有言语，继续画自己的东西。秋月，怎么不给主子掌灯？是没看到烛台和蜡烛吗？婢子看到了，不是，是主子，婢子马上。小月说了，是我觉得还能看清，就没让他点，就那么几个蜡烛，不是想节省一点吗？
省蜡烛费眼睛，哪个是省，哪个是浪费啊？你随意用就行，备的足够你用的，快用完了就让周平继续。白苏头也没抬，嗯了一声，看他一脸认真，也没好意思打扰。白苏写完，放下笔，凝思不语。白苏，你画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吗？是不是为了想让百姓提高警惕，稍微有些夸大了？没有，医学上的事情怎么能夸大呢？这些可都是真实的，一点也没夸大。病毒是小到看不见的活物吗？你画的这个像是活的呀。也不能说是活物，它自身是不会移动、生长和繁殖的，它是小到看不到的一种病毒颗粒，也叫病毒体。但是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就马上变得活跃起来，它会在体内大量繁殖复制，很快就能侵害人的身体。那也跟活的差不多了，而且有这么多传播途径，只要染上瘟疫，感觉不到难受的时候，呼出的气也能传染人。这段时间叫病毒感染的潜伏期，病毒感染都有潜伏期，病毒潜伏期内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那你们真是太危险了，将士们跟叛军交战时也有可能被染上，若染上了病而不自知，整个大军岂不是都陷入危险之中了？哎，白苏，潜伏期一般是几天啊？不同的病毒潜伏期也有区别，我没见到病人，所以也不好下判断。就算是同一种病毒，个人体质的不同，潜伏期的长短也不一样。那就是防不胜防了。所以说，防瘟疫比治瘟疫还重要呀。不过你也不要害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了解病毒，才能战胜病毒。何况病毒这东西就是欺软怕硬，身体强壮的人身上的免疫力要强上许多，很多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就被自身免疫力杀死了。我看这次的将士都是青壮，身体都好得很，我会制定一些杀毒灭菌的消毒方法，只要严格按照我的法子防疫，一定可以防范得住的。白苏笑意盈盈，神色从容自信，仿佛那看不到摸不着的病毒尽在他掌握之中。白苏，我手下3万弟兄的安危就全仰仗你了。好说好说，大将军不要客气，你把这么好的车让给我坐，我说什么也得想法子保护好你的3万小弟。赵云噗的一声笑出来，白苏也绷不住，哎呦，没听错吧？刚才的笑声是将军的？我说话是这个样子吗？怎么你学的比太学的博士显得还老气横秋呢？这个你自己体会，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啊。为将者老成持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笑话也没关系的，你想怎么笑就怎么笑。不跟你说笑了，我还有正经事呢。军营里有几个大的帐篷，是不是只有中军帐最大？是，不过你是钦差，中军帐可以给你用，我让他们另设一个帐篷一室，也是一样的。哦，你是不是想把你画的这些给太医们讲讲？是，这些话只是一小部分，我主要想跟太医和军医普及一下传染病的基础知识，不管是救治病人还是保护自己，都极有必要。不错，不但是太医们需要了解，包括所有的士兵以及徽州的所有百姓都该了解这些，否则防疫就是无从谈起。我也是这样想的，从今晚开始，我每日晚饭后都给他们讲一会儿，他们也有300-400人呢，我想把他们一个不落的全部都活着带回京城。中军帐能容纳多少人呀？容纳几十人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让太医令在太医里面选出来几10个负责上进的太医听课，让他们学会之后，白日行军的时候再传授给其他人。好办法，只是不知道太医们累了一天了，愿不愿意听我讲这些？不管愿不愿意，都得让他们了解了解。哎呀，子由他们怎么没过来呀？他们在后头马车待了一晌，子谦又得让人冻坏了。在外头看他们扎营吧，他们没见过扎营，一个个营帐立起来的时候也很壮观的。其实坐一天马车走动走动都能减乏。林公子可能不知道，长途行军，普通战马的耐力远远不如人。马如果驮着人每日行100多里，用不了几天就垮掉了啊！马这么不中用啊？怪不得吃饭的时候把拉车的马都换了，我还想着朝点小气，连3万匹马也舍不得给你们呢。这么远的路让人不想。主要还是马吃的太多，没有这么多的粮食喂它们。若有充足的粮草，马的耐力未必不如人。如果想一路骑马去徽州，一人得配3匹马，轮流着骑才行，不然马跑不过人的2条腿。马车后面多拴2匹马很正常，这一人3马怎么骑啊？骑着1匹，左右手分别牵着1匹马，2手抓着3个缰绳。林公子，一人3马不是这样牵的，把几匹马从左往右，每匹马的缰绳都拴在旁边那匹马的脖子上，最后1匹马的缰绳则握在骑兵手中，这样形成了一条马链。骑兵只需要牵着最后那匹马的马缰绳，就相当于同时牵着多匹马了。很简单的，咱们大周的马匹金贵，很少有人这样骑的。你们又是文人，没听说过很正常。骑马也不是轻活了，第一次采药回来，累得我半宿没睡着觉。公子是大夫，把功夫都花在医术上了，没练过，自然会觉得累。羌人是游牧民族，马术厉害，你们长途跋涉，先占了劣势，兵少，吃的又差，能打败他们，的确是了不起了。打仗主要靠的是将领，一将无能，累死3军。林公子，我们将军在武城关打的那场战役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将军亲率500精兵，趁着夜色攀登山崖，
突袭敌军，烧了敌军粮草和帐篷。你们还没回来时，这事在京城就传遍了。晚上黑灯瞎火攀爬的时候，是怎么做到万无一失的呀？那个山崖叫鱼背崖，光听这名字就知道有多陡峭啊！据说当地人从没有人敢攀爬，所以才没人把守。是我们将军提前带着绳索爬了上去，把绳子绑在悬崖的树上，我们都是拉着绳索上去的，自然不会有危险。李友为了不让林彻他们去找白苏，笨嘴拙舌的他超常发挥。李将军，咱们去找我师傅马车里说话吧，外面太冷了。啊，公子冷？周平，你个没眼力劲的，看到林公子在这说话，不知道捡点柴火点着，让公子和太医令暖和暖和。公子恕罪，在下立即给您生火。不用了吧？嘿，刚刚先生在里面好像忙着画什么东西呢，将军在里面也不敢说话，唯恐打扰了先生，我更是没敢往里凑。听说文人创作的时候最忌讳打扰，思路一断就接不上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将军把马车送给我师傅用，我本来打算过去跟将军磕个头，表示一下谢意呢。看李将军的意思是不想我们过去。哎，太医令误会了，都是为了瘟疫嘛。这辆车能给先生坐，将军高兴还来不及呢。秦大人不用跟将军客气，根本不用道谢。几人围在火盆四周，身上一下子暖和了。冬日里烤火是军营里最有趣的事了，跟在屋内守着暖炉不一样，烤火接地气儿。李将军，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睡啊？是不是得在地上铺点什么东西啊？公子有马车，睡马车里面比帐篷强，帐篷四处漏风不暖和。我跟着将军睡中军大帐，晚上得保护将军。在地上铺点草垫子，又软又隔地上的潮气。一般都是俩人铺一床被子，盖床被子，两人一头一尾睡觉，互相取暖。这种睡法叫打通铺，或者叫打通腿儿，比一个人睡暖和不少。我跟王展在西北的时候一直打通腿睡。哎呀，怪不得两人感情这么好呢，相互暖脚的感情能不深吗？哎，你们两人都是爱干净的，在一个被窝还好，如果有个人是邋遢的，那满被窝里岂不都是臭脚丫子味儿？还有啊，若是有那爱放屁的，睡觉爱翻身打滚的，想想就好玩的很。行军之人一日跑这么远的路，身上哪能干净得了啊？不过将军说，军人的脚最重要，只有脚保护好了，才会跑得快。军营每晚都会有热水，让将士们泡泡脚解乏，然后让将士们把脚上的水泡挑了，所以臭脚丫子味儿是不可能有，汗味儿少不了。实在臭的不行了，抖抖被子就完了。睡觉没人样的，没人跟他打通腿，只有自己硬挨着呗。有哥是个例外，他既不放屁，也不是睡觉没人样，只是将军不喜睡觉的时候身边有人，所以有哥只能自己硬挨着。嘿，我是没妄想过跟将军打通腿。先前在西北的时候，将军的脚上生满了冻疮，脚趾头肿得跟榔头一样，我就想晚上睡到将军脚后头，给将军暖暖脚。将军说什么也不同意。哎，每晚都泡脚，怎么还生冻疮啊？每晚泡脚指的是行军或者在营寨的时候，夜袭或者埋伏的时候就不行了。一打埋伏，人就不能动了，没有一个兵不生冻疮的。况且每逢雨雪天或者道路泥泞的时候行军，将军从不骑马，军靴很快就湿透了，哪能不生冻疮？大家今年都有福了，我师父和师兄研制了治冻疮的药膏，效果很好。本太医令掐指一算，你们正好能用，特意命太医澄清空了洪正堂所有的冻疮膏，有用的可以找本大人开条子，免费发放给大家。秦大人先给我拿一瓶，我提前给将军抹点预防着。冻疮膏提前预防的效果并不好，不过我有泡酒的药方，既能驱寒解乏，还能除菌活络。我们家带的药材里面正好有这2样药材，以后大军泡脚全用此方，不用开条子。王展又一声欢呼，冲过来一把抱起林彻，举高高的转了2圈。哎，王展，快放我下来啊！林公子，你太好了，我真是稀罕死你了。王展，你怎么是个人来疯啊？吓我一跳，10多年没人抱过我了啊！吓到公子了，抱歉抱歉。公子恕罪，这小子就是这德行，一高兴了就这样，公子别见怪啊。王展，你小子就不能安上一会儿啊？惊扰了先生和将军，看我不收拾你！你们说啥乐呵事呢？说说，让我们也高兴高兴。王展直起腰，飞快看了一眼赵云，见他面带笑容，心里遂高兴起来，把刚刚的事复述一遍。我一高兴就抱起林公子转了2圈，有哥怕惊扰了您，刚还要收拾我呢。用热水就行了，这么多人若都用草药泡脚，得多少药材啊？你父亲的本意是捐给徽州百姓的，还是留着给百姓治病用了？当兵的没那么娇气，现在白天能有口热粥喝就够享福的了。百姓重要，将士们也一样重要啊。再说了，百姓还得仰仗将士们呢，将士们身子舒坦了，才能更好的为百姓做事啊。那些草药不值什么钱的，我把话都说出去了，将军就让我尽点心吧。百姓比我们重要，我们当兵的不能用百姓的东西，说出去怕啥呀？就这么几个人，你的好意他们都知道了，我不同意，
他们也怪不得你。为将士们所用的草药，下次从京城发药的时候，我们红正堂双倍补上。将军看行不行？我知道你体恤将士们的不易，我替他们谢谢你，但真没这个必要。而且天也说不上多冷，现在也没有人生冻疮，还是跟以前一样用热水吧。师傅，将军，我知道将军不想动用药材，也不想给洪正堂添麻烦，但子悠说的药方就是艾叶和红花，都是很普遍的草药，不值什么钱。这天就算将士们能忍，我们和太医们也忍不住。既然大军怎么也得烧水泡脚，为什么不能扔几把草药进去？对，别说师傅忍不住，就是子谦这样30多岁的老男人也不行啊，在马车里坐着脚冻得都木了，嚷嚷了大半晌了。还有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太医更撑不住，不出3天就得生冻疮。将军就同意了吧？可以给你们和太医们单独加草药，但我们就不用了，军队没有这样的先例。白松，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这次是治瘟疫，恰好带着草药，若是开了先例，以后冬日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这个盼头。到那时去哪里给他们弄草药呢？他们都有铁一般的意志，我不想让他们变得太娇气了。我明白将军的意思了，那就只用艾叶吧。这种草药价格低廉，就算不花钱买，在野外随处可见，冬天也很容易找到。意志似铁，但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让身体少受点苦寒，强身健体，晚上能休息得好，并不会损毁将士们的意志，反而能凝聚人心。这草药在野外随处可见，可不就是一种常见的草。那好吧，脚生了冻疮，晚上痒得钻心，是不太好受。太好了，哈哈，我们懂医的人带着草药随军，若还让你们生冻疮，那就太说不过去了。李友和王展他们也咧着嘴直乐，出息！以后打仗行军的时候，就由你们几个带人去找这种草，找不到军法处置。遵命。你们不要怕，以后打仗我们洪正堂也会捐赠，这些艾叶全包在我身上了。师兄到底是年轻人，我这个老男人就不敢夸这个海口。秦大人可是我们大周朝数百年来最年轻的太医令了，称得上是年轻有为了。哎呀，年轻有为不敢当，可我也觉得自己很年轻啊。师兄的一句老男人太打击人了。哎，今儿是不是数你嚷嚷的厉害啊？人家福来和东子都不显老，还不是你岁数大了不抗冻？子悠，你这一句话就把你父亲的钱霍霍不少，以后想帮助更多的人，你还得更努力，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才行。是，徒儿记住了。师傅，徒儿不但想给将士们提供艾草，还想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药，让将士们生病或者受伤流血的时候能用上最好的药保命。为了这个目标，徒儿也一定会加倍努力的。好，有这个目标，以后就有了努力的方向了。以后我们进军和军队所需的药品就用你们洪正堂的，无需你自掏腰包，把药品做好就行了。啊，师傅，我是不是给洪正堂抬下了一个大生意啊？是，仁者无敌，此言不虚。子悠啊，我可没有看你师傅的面子，全是因为你一句想让将士用最好的药保命，就彻底打动了我。我以前从不过问这等事，这次算是破了例了。师兄，你还不谢谢大将军？你用几车艾草谈下了大周最大的订单，这可比皇宫的需求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连彻忙给赵云做了个揖，呆萌的样子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无需言谢，若将士们能少一些伤亡，我还得谢谢你呢。目前先得打好瘟疫这场仗再说。子谦，等晚饭后，我想给太医讲解一下病毒细菌感染的基础知识和防瘟疫的常识。你从太医中选出一些人去中军大帐听课，让他们把听到的内容白日讲给同车之人。是师傅，弟子也有此意，弟子马上去安排。若一会儿钦差讲课时，谁敢发出一点声音，或是有对钦差不敬的行为，一律军法处置。白苏请众人落座，大伙儿偷眼看了眼赵云，见他没有反对，才小心翼翼地坐下。为首的军医望着白苏，几次欲言又止。这位军医可是有话要说，但说无妨。啊，无事无事，大人肯传授一二，属下就知足了。将军，你要不去马车里，或是别的营帐歇一会儿？你在这儿，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官兵，你犹犹豫豫的干什么呢？有话就痛痛快快的说，只要是正经事，说错也无妨。是将军。大人，属下非是因为将军在这儿才不敢说，实在是因为属下的想法难以启齿，不说又怕错过机会，抱憾终身。关大夫，但说无妨，咱们争取时间，还有半刻钟，太医就来了。大人，大军每一场战争结束，就有无数将士受刀伤、剑伤，甚至缺胳膊断腿的。我们军医对大的伤口常常束手无策，卑职听闻洪正堂的伙计在先生的指点下，都会伤口缝合之处，再大的伤口也有愈合的机会。我们军医却无一人会此医术，卑职知道医术都不外传，但先生心善，又体恤将士，能否派个伙计去我们军医营帐指点他们一二？关大夫请起，你这个要求我答应了。多谢先生。不对，大人恕罪，卑职太激动了，多谢大人。
喊先生就行，显得亲切。你们怎么顺嘴怎么喊，在我这里没有衣不外传这一说法。明天这个时候，我安排我的大徒弟带着针线去你们军医的营帐，把缝合之术教会你们。师傅让叶掌柜多备针线镊子的时候，我就猜想师傅有传授军医之意，没想到他们这么先进，第一天就张嘴来道，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多谢先生，多谢林公子，先生真没拿我们当外人，林公子可是先生最得力的弟子啊！大家有需要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大伙儿。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你们先要学会瘟疫的知识。我讲课时，你们若是不好好学，我可是要打你们板子的。众人连道不敢。还有上课时，你们听到的内容，不管觉得多离奇，都不许窃窃私语，不许随意站起，也不许出言打断我。每一次想发言都要举手示意，得到我的允准之后才可出声。众人齐声应是。将军也一样，如果我控制不住局面，会主动找你帮忙的。这是不让自己插嘴。好，我不出声。紧接着，秦慎带着太医等人求见。各位民间的义士和众位太医，我知道你们走这么远的路都已经很累了，我也跟大家一样，但是没办法，瘟疫太可怕了。我今日请大家来，想把我知道的有关瘟疫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大家，不仅是为了救治百姓，更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命。我希望你们都能认真听。先生贵为钦差，不辞劳苦的教导我们，还不嫌累呢？我们怎么会喊累啊？我们不累。对，将士们步行100里还不嫌累呢，我们这些坐车的哪敢舔着脸说自己累啊？说话的人是一个穿着便服的年轻大夫和洪正堂大院里的一个伙计，他对两人点头示意，重申了一遍讲课的规矩，开始讲解起来。大人讲的未免太危言耸听了吧？老夫学医几十年，从未听说过打个喷嚏就能染上瘟疫，也没听说过染上瘟疫还有什么病毒潜伏期。是啊，大人这样夸大其词，会造成百姓恐慌，这种说法比鬼神的说法还可怕。大人身为钦差，代表的就是朝廷，一言一行都得谨慎，怎么能说没有根据的事情呢？大人这么年轻，恐怕连一次瘟疫也没经历过吧？10年前大洪水时，卑职曾治理过一次瘟疫。大人，瘟疫是通过秽物传播的，没您想的这么可怕。我刚刚说的讲课的规矩，发言前要举手，得到允准才可发声。几位太医都忘了吗？大人恕罪，卑职无意冒犯大人，是真忘了。求大人把板子先记下，到了徽州再打，不然卑职们的身子骨经受不住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若人人都随意打断我的话，那我的课还怎么往下讲？福来，一人10板。大帐内鸦雀无声，戒尺的啪啪声格外响亮。福来事先得了白素的吩咐，并没有下狠手。几位太医请坐回原位。我要责罚几位太医，是因为他们坏了规矩，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说法质疑。大家有疑问可以举手示意，我可以一一做出解答。但我所讲述的东西，你们一定要认真听。我每日会对前一天所讲的内容提问，回答错的皆有责罚。还有与你们同车之人，我也会抽查，他们出错，我也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哼，他胡说八道，还得让我们洗耳恭听，然后再给他宣传这些错误的言论，真是岂有此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我说的都是事实。至于你们所说的恐慌，或许百姓开始会有点，但也不能因此隐瞒事实，不能正确切断病毒传染的源头，防疫就无从谈起。别说现在没有好的药方，就算有了好药方，不防控，治疗的速度也赶不上传染的速度。众人鸦雀无声。再说我年龄的问题，我的确很年轻，但这不能成为你们质疑并攻击我的理由，并不是谁岁数大谁能力就强的。别的不敢说，我看过的传染病方面的书籍比各位看过的都多，这也是皇上选我为钦差的原因。若徽州瘟疫真如大人所讲这般可怕，我们到了徽州天天接触病患，个个都有感染的风险，以后如何在一起研讨病情？还有这些军人，他们都是同时同宿，怎么可能不聚集？我们这些人连同3万大军，岂不是要全军覆没？大人，这还不算危言耸听吗？所以我才要求你们认真听课，学好防疫，并教会身边人呀。不管事实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真实存在的事就不是危言耸听。瘟疫若得不到控制，很快就会传播到京城，威胁到我们的家人。我们大军的每个校尉、部长、区长、屯长、队长、师长、伍长都需要掌握手下人的健康状况，有异常及时进行上报隔离。各营人员禁止乱窜，排队打饭时保持1步距离，大意疏忽防范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律治罪。另外，营地每天都会用石灰水消毒，朝廷分发的口罩必须得戴。白苏把应对之法一一讲述，众人见白苏应对自如，回答得认真严谨，有理有据，心里也逐渐认可他的说法。要打赢瘟疫这场仗，人人都得尽本分，顾大局，摒弃偏见，共同携手努力。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无论局势多么恶劣，我们身为医者的信念和勇气不能动摇。
今儿的内容就这些，大家辛苦了，请各位回帐休息吧。先生的话，大多数人听进去了，至少我们军医完全信任先生。先生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严格执行。我留下他们，就是想让他们都听听。我不认为治瘟疫只是当大夫的事，3万深入疫区的大军都该了解这些东西。对，瘟疫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还关系到朝廷法令、律法约束、疫区的环境、百姓的信仰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每一步都很关键。何况中间还有叛军搅局。瘟疫的情况比叛军更紧迫，我想让王少他们把你的画卷抄数份，1份送去朝廷，1份快马加鞭送去徽州张贴宣传，剩下的分发给各营，让将士们都有防疫意识。可以，我有此意。就算将士们心里会产生恐慌，也比让他们糊涂着处在危险之中强。先生放心，什么样的将军带什么样的兵，我们将军带出来的兵没有怕死的。大不了就是个死呗，怕死不当兵，当兵不怕死，多惨烈的死法我们没见过呀，也早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会怕病死吗？各位好汉，有你们这样一支英雄军队，何受叛军和瘟疫不灭？将军先生，属下有一主意，或可瓦解叛军，稳定民心。哦，说来听听。先生刚刚说消灭瘟疫，百姓的信仰很重要，属下深以为然。徽州百姓就是深陷饥饿和瘟疫的恐慌，心里失去了信仰。他们黄连教不是自称是拯救万民的圣师吗？我们也可以为百姓心中树立一个神的形象，让百姓心里相信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他们。只要百姓心里相信我们，我们的防疫措施就会好做很多，被叛军迷惑的百姓也有可能迷途知返，不战而散。倒也不失是一个策略。他们现在大多数是被张燕蛊惑，把他当成了真神。只要他们的信仰崩塌了，人心一散，叛军真的有不战而败的可能。白素，你觉得呢？王司马的意思是上兵伐谋，攻心为上吧。但朝廷这次带了足够的赈灾粮，可以让百姓吃一阵子，还有将军和众位将军的威名，足以震慑叛军。这些还不够吗？不够，我们将军只是打仗厉害，不真刀真枪的打2场，他们不会屈服的。说不定那些渔民还会觉得自己为神战死，无限光荣呢。真打起来，他们又不是对手，不知道得死伤多少人。我们只是制造一些神的言论，在民间悄悄传播，若能少死一点人，就能平叛，何乐而不为呢？你们看着办吧，我不懂战事，就不参加意见了。子由、福来，我们走吧。那先生就是同意了。我不干涉你们的决定，不过我猜想这个张燕应该是个大夫，他能让百姓信服，必有些真本事。他给百姓喝的符水里很有可能藏着治瘟疫的草药，而且效果估计还不错。将军若想使用此法，也得想个让人信服的理由才好。白素，你误会王少的意思了吧？他想树立的神的形象是你啊，我就是一个会打仗的凡人，名声早就在大周传遍了，说我是神，谁信呢？啊，我说先生是神，无需编造，只把事实稍微润色一下就行。断了气的孩子起死回生，剖腹产子，断臂重接，瞎子重见光明，哪一个不是铁打的事实？况且先生的医术无人传授。可我没有特殊的本事，那些医术谁都可以学会的，而且我撒谎也撒不圆乎，若说漏了嘴，可能会坏了你们的事啊。你的医术本来就是自学，到了徽州，若有人问你，你只需说你的医术是做梦的时候，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所授，剩下的让他们自己猜想就行了。王少怎么想了这么个主意？只要管用，随你们怎么说吧，别把我说成怪物就行。就怕百姓对我期望太高，我做不好，让他们失望。到时候你们可得保护好我，别让百姓把我给撕巴了。先生放心，想伤害先生，除非我们弟兄全都死光了。师傅，您是不是真的得到过神仙的点化呀？不然您怎么这么厉害啊？胡说八道，什么神仙点化？再过个3、5年，我会的东西你都会了。哎，子谦呢？怎么没看到他？主子让人散去的时候，秦大人从小的手里要走戒尺，就追着太医们离开了，估计是生气了，去替主子出气去了。第2日天蒙蒙亮，马车内白素正在数落秦胜。子谦，你不该找太医的麻烦，他们的错我已经罚了，你事后再找人麻烦就说不过去了。他们岁数大了，很多观念根深蒂固，质疑是很正常的现象，有不同看法就要当面提。你不是也一直鼓励他们这样吗？师父，您误会弟子了，弟子没有因为这些责罚他们，这么多人就他们记不住规矩，弟子觉得他们给太医院丢人，就数落了他们2句。那你拿戒尺干嘛？弟子师父这么辛苦教他们，弟子怕他们不认真，为了督促他们，弟子就考了考他们。既然是考，当然得有责罚，弟子就给福来要了戒尺。那就是换了个说法，打了他们一顿呗。你呀，师父，
弟子冤枉。弟子觉得瘟疫的事不能马虎，才决定每晚都考他们。错得多的，打他们弟子都嫌费劲，直接换掉他们。后面有的是年轻太医抢着去。弟子给周平说了，让他想法子找些竹片子、木板啥的，一个马车里发一个，做惩戒之用。300个太医呢，没点规矩怎么行？弟子一定让他们把师傅教的内容一字不差的记进骨子里。师傅，子谦这法子挺好的，有子谦管教他们，师傅也省点心。子谦也做吧，我今儿给你们讲讲鼠疫。鼠疫是伤寒的一种，症状和徽州的病症有些相像。我怀疑此次发病的源头跟老鼠有关。老鼠啃咬尸体，狮子跳蚤叮咬老鼠，又啃咬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词，叫血液传染。这日行了120里，当晚在中军大帐讲课时，太医们果然认真了许多，也没人再犯规矩。这课讲到一半，官兵举手：先生能否坐下讲课？卑尊有别。自古以来，从没有听课的学生坐着，上课的先生站着的道理。卑职知道您是怕后面的人听不清，但您站着，让我们心里不安。我们保证恪守规矩，绝不发出一点声响。请先生坐着授课吧。紧接着半数人举手，白苏连问几人，都是同样的意思。多谢大家的好意，但我这人有个习惯，就是喜欢讲课时看到每一个听课的人，你们面露困惑，我能及时补充讲解；你们表情了然，我就能加快进度；你们听得认真，我讲得更有激情。还有啊，你们谁走神犯错，我也一目了然，打你们板子。所以大家不必在意，我是坐是站，对师者最大的尊重就是认真听课。次日，林彻给军医传授缝合术的事儿传了出去，民间大夫和太医院也要求学。林彻和福来一下子成了香饽饽，这么多营帐争不过来，最后东子也被人请了去。10日后，大军已经走了1000多里。子由，你怎么不吃啊？下雪天再不对口也不能空着肚子，晚饭不定吃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了徽州，师傅给你做好吃的啊。师傅，徒儿不是嫌饭难吃，是感觉将士们太苦了。刚刚徒儿碰到王展他们了，他们浑身是雪，靴子也都湿透了，站在雪地里，一手拿着饼，一手端着碗，连个咸菜也没有，那样子别提多狼狈了。让他们来咱们这儿，他们也不来。徒儿这心里……既然知道食物来之不易，更不能浪费啊。晚饭的时候让小月切上2盆腊肠，你去给他们送到大帐去，他们就不会拒绝了。徒儿还想把家里带的半车的腊肉都捐给他们，反正咱现在也吃不着，过不了几天就到徽州了。师兄，你那半车肉最多够大军吃1顿肉粥，根本不顶多大用。吃1顿肉粥也好啊，多少是点心呀。反正咱们都吃师傅的东西，那些肉暂时也吃不着嘛，到了徽州再买啊。徽州不知道是啥情况的，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那边的东西也不知道有没有病毒，就算有卖的，咱们敢吃吗？当然了，东西是师兄的，我只是提个意见。子由是一片赤诚，此心想得长远，那些肉对大军来说的确不顶多少用，不过一下雪，将士们就要受罪了，还是随子由的意思吧。咱们马车里还有几十斤肉，省着点吃，也够咱们吃一段时间的了。赵云站在雪地上，望着乌沉沉的天，神色似有些焦虑。李友把饭食端了来，赵云接过大饼和稀粥，3两口吃进肚里。通知当地官府，让他们在下一个扎营点备好干柴，晚上让每个营帐里烧一个火盆，寒气太重了。是，将军，还是按原定的地点扎营吗？雪没有停的迹象，若越下越大，恐会拖慢行军的进程啊。按原计划，继续加快行军速度，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扎营点。雪若下1夜，明日路就更难走了，老百姓可等不起。是。后半晌的时候，白苏让周平把林彻他们都喊过来。师傅，后面的马车又颠又冷，顶着被子也不行，若不是师兄拦着，弟子早厚着脸皮过来了。以后冷就过来，我歇半个时辰就行。桌案上是我拟的药方，你们先暖和暖和，一会儿给个意见。林彻拿出他和秦慎拟的几个方子，很快师徒几人就探讨起来。大军终于在傍晚前走到扎营点，林彻捐的腊肉却遭到拒绝。伙房的人说：“谢谢公子的好意，但将军有令，不许接受捐赠。”还说他们有数车肉没有动用，够将士们吃的了。啊，又不要？将军咋就不接受咱的好意呢？算了，公子，军营有军营的规矩，咱们还是自己留着吧。主子和您的身子比什么都重要。晚饭后，白苏授课的时候，赵云第一次没在场，等到讲完的时候，他才踩着点回来。将军晚上又出门了？没有，我到各营看了看，剩了400里路，不管路好不好走，我都想按照原计划到徽州。还有10几天就过年了，争取年前打2场漂亮的仗，让百姓安心过年。若能一举平定叛军，就更好了。将军好自信，到徽州还得4、5天，就算大军不休整，离过年也没几天了。叛军占了4个郡县，10几万人呢，打仗有那么好打吗？你看看，
这是今日收到徽州的信报，说叛军7日前占领了陆军，已经占领了5个郡县了。不过王少的计策也是有了效果，已经有叛军畏惧，开始偷逃了。你们传的也太夸张了吧？说你是战无不胜的战神，还多少擦点边，把3万将士传成30万，这太离谱了吧？还有啊，我治眼疾用的可是正儿八经的医术，怎么这上边传的我治病跟施仙法一样了？白苏发给徽州的密令是我逐字逐句看了的，战神这几句不是我们这边说的，是百姓自己添加的。怎么觉得他是在自己夸自己呢？打仗的时候为了震慑敌军，发兵人数都会夸大一点，这很正常。而且我们的将士确实能以1敌10，说30万并不算太夸张，百姓也安心。眼疾的事也只说你让无数失明的病人重建过，没说过程。其实你做手术的屋子不让家属进去，本来就显得很神秘，百姓哪知道什么军不军的，可不就是越传越邪乎了。3万变30万是夸大一点儿，这赵云看着挺实在的，怎么跟个大锤子一样？这难道叫兵不厌诈？师傅，百姓若知道朝廷只派了3万人，真的会没信心的，跟叛军人数差得太多了。还有救陆师傅儿子的事呢，那吹的就是普通的气，是利用外力让肺被动呼吸，怎么成渡了一口仙气了？而且陆师傅的儿子只是停止了呼吸，并没有真正的死亡。若百姓信以为真，抬着死去的亲人求我给他们渡口仙气儿，到时候我怎么收场啊？师傅，没气息了就被人认定死了，我父亲行了一辈子医，不是也这样认定的吗？别说徽州那么远，传就变了样，就是京城也把您这事儿说得神乎其神。白苏，你不必担心，你是钦差，寻常百姓哪里有机会见到你啊？而且这些消息都是暗地里散发出去的，没有一个是官府公布的，你不回应就好了。其实百姓传得越夸张越好，这样才能达到我们要的效果呀。百姓觉得朝廷有能力平叛，也有能力消除瘟疫，才会有人脱离叛军，叛军军心一散，这仗打的就容易多了。我也知道你的顾虑，你是怕百姓把你神化了，若治瘟疫的时候不顺利，百姓信仰崩塌，会引起反噬的。对，我就是怕这个，期望太高，往往失望越大。这些我都想到了，但当前稳定人心是最重要的。如果百姓对朝廷毫无信任，很多事推行起来会很难啊。就像你画的宣传画，如果你没有名气，你说的话没人会信。解决办法我也想了，等我平完叛，你就公开回应一下，只承认老者入梦一事，仙气的事儿一概不认。至于百姓怎么想，就怨不得你了。当然，这得等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我不在，你不宜公开露面。这样也行。不过我觉得你太轻视叛军了，他们既然能迅速攻占好几个地方，怎么能没点实力呢？等你平完叛，不定到了什么时候呢？治理瘟疫可不能拖，你给我留一支侍卫就行了。白苏，你也轻视我们了，我们若连一伙乱民也平不了，还算什么精锐之士啊？张燕现在在陆军，如果不迅速消灭他恐怕会往衡州方向逃窜。衡州百姓现在已经人人自危了，若不是现在朝廷管制着，不让百姓流动，衡州的士卒也开始迁离避难了。叛军一日不除，百姓就无法安心。擒贼先擒王，我已经制定好了战术和路线，打算趁夜色偷袭陆军，只要破了陆军，其余几处不攻自破。咱们初来乍到，徽州不知会不会藏有叛军，我不在，我不希望你贸然出行。你放心，我尽量速战速决。我还打算过年的时候赶回来，和你一起犒劳一下将士们和众位医者，跟他们一起点爆竹驱瘟神，过个热闹的年。大周还没有火药，所谓爆竹就是过年时百姓点燃竹子，使之爆裂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将军，我有一方法，我可助你破敌。你可有好的战术？战术我不懂，但我有一个装神弄鬼的好法子。子谦，去取几斤硝石和几斤硫磺来。师傅，现在吗？这2种药材跟破敌有什么关系啊？对，此事宜早不宜迟。李友，你陪秦大人一起去。帐内只剩下白苏和赵云2人。白苏简单明了说了一下火药的威力和其制作方法。原料都是现成的，能不能做出杀伤力的东西不好说，不过定能发出惊雷般的声响，唬人绝对没问题。此法万不可外传，传出去可就不灵了。硝石15，硫磺2，木炭3，捣碎混合，装入竹筒中密封，埋入引线。对，完全正确。硫磺和木炭都是易燃物，混合在一起好理解。硝石点都点不着，为什么跟它们混在一起就能有威力呢？硝石到一定温度就会产生一种气体，加上硫磺和木炭燃烧产生的热量，然后可使气体迅速膨胀。白苏，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说密封了，就像大锅烧水，如果不盖锅盖，热气就会随风而散；如果用锅盖盖严，热气就会把锅盖顶开。这3种东西引燃产生的火热气，无数倍大于烧水的热气，热而胀，进而生力，力遇到阻碍，无处宣泄，就会大力冲击阻碍之物，阻碍之物碎裂开来，就会产生大的声响。不错，如果不密封，这几种东西点燃只会发出一阵火焰就完了。把几种粉末加水压成饼状，然后砸成颗粒，威力比纯粉末威力更大。
哈哈，火焰可以从颗粒缝隙中穿过，进而加剧同时燃烧的速度，释放的力就会更大。白素，是这样的道理吗？是，将军，你真的好聪明。他笑起来怎么这么好看啊？怪不得那些百姓这么喜欢他。美则美了，还这么有才华，有才华还不止，还有不输男儿的气度风姿，而我却让如此美好的她变成了自己的前妻。天下还有比我更蠢的人吗？赵云说出口就后悔了，他知道白苏只是习惯使然，一堂课不知道用这话夸赞多少次太医军医们呢。我向来自负，觉得自己读书甚多，你会的学识我却闻所未闻，可不惭愧的很吗？你们读的是兵法或圣人之言，这些和药材有关的书籍你怎么会看呢？白素，你这些东西都是书里看的吗？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为什么你会的东西都是无人知晓的呢？你不是说是梦中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所授吗？你等凡人怎会知晓？白素，你知道你透露给我的这个配方有多重要吗？这若是加大剂量，不但像你说的能炸伤人，就算是开山立石、攻城拔寨也都有可能啊。知道啊，所以才让你保密啊。哎呀，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若让人知道你会这些，周边各个势力或是各个国家都会想法子争抢你，会给你招来想象不到的祸事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往外透露这些，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提这配方跟你有关。呵，还郑重其事地说教起我来了，但的确是好意，也很有道理。要不你当我没说过罢了。我让人把子欣喊回来，黑灯瞎火的还让他翻找，你也不要尝试了。你跑了一天了，怪累的。白素，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不知好歹，我笨嘴拙舌的，不会说话。你这配方不知道能让多少弟兄们活命啊！我代表弟兄们谢谢你。将军，快快请起，我收到你的谢意了。你把这无价之宝的方子给了我，我未对你表示感谢，还词不达意的惹你不快，我给你道歉。哎呀，你快起来，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我又不是小孩，还分不出来好赖话吗？我知道你是好意，也知道此方干系重大，遇到久攻不下的城池，这配方能活无数性命，落到歹人手里也能害人无数，所以这配方只有你我知道，我连子由都没说过。这么说来，这配方是只有他们俩知道的秘密了，这感觉呀真是太好了。这配方是我看的医书里面记载的，著书的人写了做此配方的初衷，说是为了做个最响的爆竹逗人开心，不过这个最响的爆竹却炸伤了人，从此再没有碰过此方。此人才是真正的绝世高人啊！他说这个配方叫什么名字了吗？说了，叫火药。果然贴切啊，虽是药材配置，却是生火的配方。此方虽不治病，却能在战事上活人无数，又何尝不是救人救世的良方呢？幸亏你聪慧，记得住这个方子，我今晚就试试此方。百姓最畏惧神明了，就算只有响雷的效果，腊月惊雷也足以震慑叛军，此仗未战就已胜一半了。我真是感激你啊！你也不必感谢我，马车虽是老夫人送的，但我知道里面那车花了多少心思。我之所以安稳地坐在马车里，都是因为你才是马车真正的主人。就像今日，我软车暖炉，外加侍女伺候，还腰酸背痛，你们却在雪地里步行，辛苦可想而知。我对你是既感激又敬佩的。如果这配方能帮到你和将士们，就算冒点风险，我也是愿意的，因为我也是大周的子民啊。白素，照顾你虽是母亲的吩咐，其实我跟母亲的心思是一样的。我虽粗心糊涂，却从没想过让你受苦。我不行，是为将之责，本分而已，没什么可称赞的。你才令人敬佩呢。你本不该坐在颠簸的马车里，繁华安稳的京城才是你该待的地方。理应太医院承担的责任却落在了你的肩上，你还得受累教他们东西，所以我看到他们质疑你，心里就有火。白素听他言语之中尽显温柔，心里突然觉得不自在起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碍不着太医的事儿。子健怎么还不回来？我不等他了。你点燃的时候一定要用引线，不然你本领再大也容易受伤。我又说错话了还是怎么的？他怎么连徒弟都不等了？明明很克制了，眼睛都没敢瞅他几眼，他怎么又想躲避啊？难道是我心跳的动静太大了，被他听到了？我记住了，你回去休息吧。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还没说呢。你今晚让子由送来的菜还没谢你呢，真的很下饭，那帮家伙都乐坏了。他们不嫌弃就好。白苏还未走到帐篷门口，李友就提着2个口袋回来了，秦深也随后进了帐篷。师父恕罪，弟子虽知道这2样药材在哪辆车上，但下着雪，车子被盖了好几层，又翻找了一会儿才找到。李将军怕您着急，没敢耽搁，把2个口袋都带回来了。没事，我们回去吧。秦大人，今日之事，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你师父从未让你找过这2样药材。将军放心，下官记住了。白素和秦慎走出营帐，恰好林彻也找了来。师父，您怎么比徒儿还晚啊？徒儿以为您早回去了呢。我跟将军说了2句闲话，你也才回来吗？
可不，一个军医练了好几天了，还是掌握不了镊子，缝的呀歪歪扭扭的，非缠着徒儿再给他示范一遍。赵云看着师徒三人走远，才转身回了帐篷。他吩咐李友去找木炭和竹筒，两人一直忙活到很晚，才用竹筒做成了几个后式类似炮仗样的东西。第二天一早，赵云跟往常一样去了白苏的马车。我昨晚跟李友出去试了试，效果挺好的。那就好。白素看他眼珠子猩红，像是一夜未睡。哎，那东西那么难做吗？怎么眼睛熬成这样了？不是，心里有点激动，回来很久才睡着。秋月，照顾好你主子，今儿啊比昨天还冷，炭火要稍旺一点。是。累就去里面歇着吧，再忍耐几天就到徽州了。我没事，全军上下属我最享福了，你无需担心我不会委屈自己的。太阳渐渐升起，下过雪的天空犹如被雪洗过一样清澈干净，碧蓝碧蓝的。2日后，大军到达徽州城附近，前面好多人迎接。主子，真奇怪，这一路走来怎么没见一个逃荒的百姓啊？是不是灾情没有他们传的那么严重啊？这种事情只会少报瞒报，怎么会夸大灾情，影响自己仕途呢？没灾民是因为皇上下了政令，命各地官府收留流民，他们哪一个敢往钦差的枪口上撞，早提前把路净了。你看方圆百里，连树尖上的树皮都被人扒了，雪覆盖的地里，估计连个枯草都没有。灾情只比奏报上重，不会轻啊！真是这么冷的天，真不知道百姓是怎么熬的。徽州太守率领徽州大小官员，不到50就赶到城外10里处迎接。怎么看着大军都戴着面巾呢？哎呀，大将军这是怕那个什么病毒？本官让人赶制的面巾，不是，口罩做好了没有？怎么没给送来？您要10万个口罩，这才4、5日时间，赶制不出来啊！谁知道钦差来的那么快啊？离城10里呢，再回去拿来不及了。真是，你们没一个操心的，要你们有什么用？误了本官大事了。虽说咱们没得疫病的，但大将军定会责我们办事不认真。属下有一主意，能解一时之急。快说。所谓口罩，就是遮住口鼻，阻挡气息四散。我们把中衣衣襟撕下来一块，蒙在脸上，不就是口罩吗？妙极！快撕，快撕！众人手忙脚乱，转过身去解衣襟。怎么汗味这么大呀？还有点臭味。哎，你是不是没洗过澡啊？你这个怎么是这个色啊？甭管啥颜色了，抓紧蒙好，把衣襟都系上，小心让将军看到咱们衣冠不整，治咱们个不敬之罪。衣服发黄的，还有面巾上面绣花的，都跪在后面，把脸扶低一点。将军骑着高头大马，不一定看到你们后面的人，一晃就过去了。快，列队站好！下官徽州太守张鹏率领徽州大小官员叩见2位钦差大人。众位大人的口罩很别致啊，是白大人给你们画的图，看不明白吗？不是，不敢瞒大人，下官接到消息，立马让人赶制了10万个口罩，只是还没做好，没送过来呢。下官只好用面巾代替。大人放心，下官可以保证，我们都没有得疫病，绝对没有。哼，戴口罩是重要的防疫措施，当官的都不拿口罩当回事，怎么要求百姓出门戴啊？下官知错，下官回去就让人把口罩取来，分发给大小官员和衙役。下官以身作则，保证日日戴着。都起来吧，白大人在后面车上，回城再拜见。谢大人。口罩谁也不许摘，即日起，不管大小官员和官差，谁要是在街上不戴口罩，一律杖责20，罚俸1个月。众人齐声应是。你们跟随众将士步行回城，不许掉队。是。大军缓缓进城，街上有稀稀疏疏的百姓站在两旁往这边张望。大人，下官已经下了居家避疫的命令，令百姓无事不要出门，所以街上才这么冷清。其实两边的房子里都有人居住，街上这些人或是有事外出，或是饿得等不及了。赵云嗯了一声，他心里明白，饥民是不怕瘟疫的，都快饿死了，还怕病死吗？饿死比病死更难受吧。朝廷没忘记咱们，派大将军和神仙大夫救咱们来了。我们有救了！大将军，2位钦差大老爷，分晓得点粮食吧，家里的孩子饿得都快断气儿了。大胆刁民，竟敢冲撞钦差，你可知这犯了僭越大罪，还不快快避开！想要粮，回家耐心等待即可。大人，小的打听了，僭越罪先打100大板，小的愿意受罚，小的实在是等不及了，再等上2天，小的的孩子就没了，家里死的只剩这1个孩子了。大人呐！大军突然停下来，白苏觉得奇怪。周平在外面听得真切，把事情说了一遍。将军不会真治他的罪吧？
应该不会，将军治军严格，但对百姓素来宽厚。那将军会给他点粮食吧？大概不会，这不符合规矩。太可怜了，主子，咱们帮帮他吧。将军会处理好的，只怕很快就要派粮了。大人说的是，将军不会为个人坏规矩，也不会坐视百姓遭罪。林彻他们在后面马车也听到男子的哭喊，林彻立即就让东子下去给男子送钱送吃的。钱慎急忙叫住东子：师兄，东西万万送不得，你这样做是给将军添乱的。添什么乱啊？将军不可能单独给他放粮啊，我拿我自己的东西给他，跟将军有什么关系啊？师兄，东子若给那人送东西，饥民瞬间就会涌上来。钱慎话没说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片哭喊声：大人，救命！大人，救命啊！草民家的孩子也快饿死了。大人，小的家里的老母亲也饿得动弹不得了。定是将军心软了，给了那人东西，一下子捅了马蜂窝，走不了了吧？赵云的确是心软了。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娃有救了，能挨到大人赈粮了。各位乡亲，我知道你们的难处了，你们都各自回家等着，我今日就开始赈粮。还有2个时辰天就黑了，将军先安置好大军，再吃接风宴歇息片刻，都到什么时候了呀？怎么给大伙赈粮？各位乡亲，回家把庭院房屋洒扫干净，屋宇洁净无晦气，才不生疫病。另外烧水洗澡，把身上的衣服用沸水煮一下。我要你们不但要有粮吃，还要不生疫病。我会命衙役和将士连夜将赈灾粮分发到你们手中。接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戴口罩，或者用金帕遮住口鼻。粮食分不到各位乡亲手中，我赵云不眠不休。钦差要连夜不眠不休的放粮。各位乡亲，速速回家，谁在拦截阻拦浪费时间，一律严惩。多谢大将军，多谢钦差大人。我们有救了。对，我们有救了，有粮了，有兵保护了，有师傅给治瘟疫了，百姓的日子有希望了。哎，他们过得太苦了，你看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没一个干净得体的，个个都跟叫花子一样。人如果饿着肚子看不到活的希望，那就是恶鬼，还讲究什么干净得体啊？不是不想干净，是穷人饿得没力气收拾。真是救人如救火。我现在理解将军为什么赶得这么急了，咱们晚到1天，不说叛军和瘟疫怎样，但这些饥民不知会饿死多少。还有，我原本心里是怨恨被叛军头子迷惑的百姓，要不是他们糊涂，将士们又怎么会这么辛苦？可是听到那大汉的哭声，我也理解了他们。若是我的亲人饿成那样，我真不知道会不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师兄说笑了，师兄最重礼仪规矩，是断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的。自己饿死没事，若是父母和师傅受苦，我是万万忍不了的。而且有些富户为富不仁，宁可让粮食在库里发霉，也不肯给穷人施舍点稀粥，甚至坐地起价的无良粮商，若是不波及无辜，抢他们的粮食也应该。我也认为这样，若是主子和公子快活不下去了，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福来，这话以后可不许乱说，咱们是平叛的人，怎么能同情起叛军来了？师傅和师兄这么优秀的人，什么时候也没有活不下去的可能。也是，主子和公子都是有本事的人，怎么会受这种罪？打的这个比方不成立，打比方的事都不靠谱。师兄是被灾民的苦难震惊到了，才会这样说。以师兄的为人，不是自己的东西，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去取的。你们对我的评价还很高，我先前也一直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我是命好，生在蜜罐里了。但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父母和师傅所赐，我是真知道这里的百姓多难了。唉，自己没经历过的事情，真不好随意的评判别人，说不定背后就有什么令人心碎的原因。师兄的话我不认同，不管什么原因，不对的事就是不能做。叛军烧杀抢劫就是强盗，师兄想想，师兄若是当了强盗，不但林家世世代代的清明没了，还背负了砍头灭门的罪名，成了林家的不孝子孙。师父是宁折不弯的性子，知师兄抢劫不得失望死。对，子谦说的有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错不能混淆，不管什么原因，错的事也不能做。须臾，白苏在官驿大堂上接受了地方官员的拜见。你们身为百姓的父母官，百姓以父母相称谓，对得起父母官这个称呼吗？你们做到爱民如子了吗？你们听到百姓的哭声，亏心吗？难受吗？朝廷把百姓托付给你们，你们对得起朝廷的托付吗？将军息怒，下官之错，都是下官无能。何止是无能，把地方治理得像人间地狱，你们简直是罪无可恕。下官知罪。我不管你们之前如何懒怠，从现在开始都给我把身上的懒皮脱下来，打起精神做事。你们现在都是戴罪之人，做事认真救灾有功的可以将功折罪，从轻发落；做事敷衍的从严从重处置，隐瞒实情的直接革职入狱查办，胆敢贪墨赈灾钱粮的一律处斩，绝不宽待。
下官不敢。我前几天让你们把饥民划分好区域，每个区域的百姓都安排专门的官吏负责，这事办得如何了？回大人，均已划分好，按照大人吩咐，每个区域的百姓名单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张鹏给旁边人使了一个眼色，立即有人捧着账册上前。赵云翻看一下，递给一旁的王少：“都起来吧。”谢大人。负责各区域的官员去领你们区域的粮食份额，领了立刻去分发，什么时候分发完，什么时候休息。每一户饥民都不准漏，该发多少1斤都不能少，不符合饥民标准的一粒粮食都不许给。从现在开始，徽州城内不允许再有饿死的百姓了。是。王少，你每个区域派一个人跟他们一起发粮食，另外再各派100个将士维持秩序。是。张太守，流民安置在哪里了？回大人，安置在城西的几个废弃的寺庙中，每日派官兵送些吃食过去，没有让他们乱窜。送些吃食？是设的粥棚吗？是。大人恕罪，因为实在没有粮食，没法按照大人的吩咐让流民自己生火做饭，就每天给他们施一次粥，好歹先保个命。施粥很容易交叉感染，那些流民得瘟疫的情况怎么样？每日会死一部分，有的是得了瘟疫死的，有的是冻饿而死，尸体都按大人的要求焚烧了。一部分是多少？回大人，每日死亡人数不等，但大多都在100人以上。流民一共有多少人？现在大概还有15000人左右。这么多流民混住在一起排队打粥，太危险了。自有瘟疫以来，徽州因瘟疫死亡的人数一共有多少？张太守做过统计吗？没有，流民由官府接管以后，死亡的人数才有所了解。民间的百姓有因瘟疫去世的，都不会上报官府，一是怕焚烧，二是怕周围的邻居歧视。下官估计，每日因瘟疫死亡的人数得500人以上。从发现瘟疫开始，死亡人数至少得2万人以上了。以后让负责各区的官员每日上报详细死亡人数，一个都不能漏。把流民也按人数划分，分别安排负责人。现在有了粮，给流民沏好灶，让他们自己生火做饭。你先去休息吧，累了一路了，有事让子谦去做。我跟张太守呢，去看看那些流民。大人，下官知道大人体恤那些流民，但大人也辛苦了一路。城西寺庙离此很远，都这个点了，到那里天就黑了。下官为2位钦差准备了简单的接风宴，大人吃完饭休息一晚，明日下官再陪大人去安抚流民吧。我对百姓说，不把粮发到百姓手中，就不眠不休。张太守莫非是耳背，没听到？已经安排人去赈粮了，还不行吗？还得钦差亲自盯着吗？大灾这年，各种宴席以后全免，宴席上的一口菜、一口饭，就有可能救活一个百姓。张太守还是把省下来的钱花在百姓身上吧。出信保护好白大人。是，将军。张太守，走吧。大人误会了，府衙账上的钱早就赈济灾民了。大人一路辛苦，接待大人是下官自己的心意，没有动用公家1文钱。哦，那正好接待白大人，他这一路没吃一顿好饭，咱俩今日去尝尝流民的伙食去。李友，给张大人拿一个新口罩，别在脸上罩一块中医了，撕的谁的还给人家。白苏想去太医接诊的地儿看看，见见患瘟疫的病人。先生，现在街上正忙着分派粮食，乱哄哄的，为安全起见，先生就别出去了，一会儿太医回来会先拜见先生的。白素看天色将晚，遂放弃去接诊点，让福来收拾了一些吃食和补品，让关毅的义力带路去看望生病的太医。受了，罗毅受苦了。刚到徽州就病了，大人不嫌属下没用就好。大人，您不要离属下太近，若把病气过给您了，属下不得被别的太医活吃了呀。秦胜看他虽瘦得厉害，但精神很好，心里也好受一点。还行，我担心了你们一路了，唯恐你们熬不住，看来你小子死不了。走，出去拜见我师父去，我师父也来看你来了。啊，连钦差大人也来了，属下这头发乱不乱呢？不乱，比鸡窝好多了。太医院太医罗毅拜见钦差大人。白苏上前搀扶，罗太医快快请起。大人不要触碰小的，免得过了病气给大人。无事。这位是林公子吧？在下见过林公子，再给林公子道个谢。若没公子家的水杨酸，在下这会儿早就成一把灰了。罗太医客气了，水杨酸完全是我师父想出来的方子。罗太医无需客气，你还生这病呢，快坐吧。大人出良方，公子出人出力，缺一不可。洪正堂的水杨酸成了活人无数的神药了。
没有水杨酸退烧，染了瘟疫，不出3天人就不行了，普通中药根本就退不下去。白虎汤也退不下去吗？白虎汤效果太慢。段宁呢？不是他也染病了吗？怎么我们来了他也没个动静？段宁没了，大人不知道吗？10日前就咽气了，当天就烧了，骨灰在那边的房间的坛子里。秦深的脑袋嗡的一下，没了。没了，大人无需为他伤心，他活着受罪，死了算是解脱了。白苏和林彻分别给罗毅诊了诊脉，其脉之宏大，见真于和平。又问了一下他的症状，知其除了浑身无力，其他病症均已消失，并即将痊愈。都是染了瘟疫，段宁怎么就死了呢？段宁心浮气躁，肯定是他的急脾气加重了病情。这是其一，最重要的是他心怀愧疚，属下怎么劝他，他也不能释怀。您说我和他这么多年的交情，怎么会怪他呢？是他先染上的。他有爱喝水的习惯，因为他接诊的时候大意，摘下口罩喝了杯水就染了病。我和他住一个屋，他又染了我。大人也知道他的性子，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焦躁不安，加剧了病情。他生前数次提起，没有谨记大人的嘱托，病人没救多少，还害了我和他自己的性命。不过他从生病后每日记录发病感受和每副药吃下去的效果，留下了一本非常详细的医案，想留给大人做参考。他日夜琢磨治瘟疫的药方，我们喝的药方基本是他制定的药方，我能活命也是他担心节虑的结果。几人和罗毅详细谈论一回，白苏怕他累着，带着段宁留下的笔记回了关驿。我今日带人去陆郡，把张燕给擒了，免得夜长梦多，他再窜到别处去。你在关驿要注意休息。我听朱信说你昨天忙到半夜，劝也不听，这怎么行啊？治瘟疫全靠你呢，你若累病了，可不是闹着玩的。还说我呢？你早上没照镜子吧？你看你眼睛熬成啥样了？刚睡醒的原因吧，一会儿就好了。我这2天回不来，你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别过度劳累了，也别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放心吧，我又不是纸糊的，哪那么容易就累坏？反而是你一路长途跋涉，也没休息就去放粮，现在又要出征，就算是铁人也得累够呛吧？不累，我们日日操练，早习惯了。流民的情况怎么样？昨天分粮分到什么时候？分完了吗？该分的都分了，现在没人挨饿了。昨夜一直分到天将明，百姓都高兴坏了。他们有粮吃，我们就能安心评判了。对了，子谦呢？怎么子由也不在啊？我推测瘟疫的源头是老鼠，让子谦去传令，让百姓捕捉老鼠，遇见死鼠务必焚烧深埋，然后让衙役在大街上每日喷洒石灰水消毒。子由和福来拿着我们昨夜拟好的药方，让洪正堂的伙计做药去了。你有事吩咐他们吗？我想让子谦派几个太医去给流民看看，我看那些流民有不少都生病了。我知道了，我会想法子解决的。注意安全，注意休息，有事等我回来再说，不要着急，寸步不能离开朱信。知道了，你也一样，注意安全，早日得胜归来。师傅，徽州的地方官员太懒惰了，都这个点了，衙门连个轮值的人都没有，师傅的命令下发不下去。都回家补觉去了吧？真是可笑，全部的地方官员和衙役都去派粮了吗？这轮值的人都没有，可见这伙人平时得懒成什么样。张太守直到跪在白苏跟前，还困得哈欠连天。大人莫怪，不是下官懒惰，是下官昨夜跑了一整夜，清早才回府衙歇息，不然下官早来大人跟前听候差遣了。张太守，你们衙门平时什么时辰上职？为什么衙门里没有人？还有，将军昨日说让你们把身上的懒皮扒下来，打起精神做事，你们都忘记了吗？回大人，衙役卯时点卯，午时点了卯就散了。本地百姓民风淳朴，平日基本没什么告状的。将军的话，下官怎么敢忘呢？实在是官员和衙役们昨夜都参与派粮了，这个点儿都没醒过来。不过下官刚刚已经让人去喊他们了，大人有事尽管吩咐就成，下官一定办好。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每天都死那么多人，你和你的手下人还有心思睡懒觉？连钦差下达命令都得等你们睡足了，你们可真是身娇体贵啊！大人息怒，下官知错了。昨夜赈粮，将军和将士们跟你们一样熬到那时候，他们昨日可是步行了近100里，他们累还是你们累？自然是将军和将士们累。有了灾情，你冲朝廷哭天喊地叫穷，要粮要钱赈灾，要兵要将平叛，要太医要草药治瘟疫，全京城上至皇上和文武百官，下到黎民百姓，纷纷出钱出力。到现在，将军和将士们都已经整军去了陆郡平叛，太医们也去了各点接诊病人，而张太守这个东道主和贵手下却让衙门空置，一个个睡得4脚朝天，要补足懒觉。
将军没休息2天，这么快就去评判了，下官不知，下官惭愧。是啊，你说他们傻不傻？他们怕百姓挨饿受冻，怕百姓染了瘟疫丢了命，怕百姓担惊受怕，怎么就不想想自己累不累啊？下官知错了，以后不管什么原因，都会按时上职。朱信，把张太守带到院里去清醒清醒，等大小官员和所有衙役全部到齐，再来回复我。是。朱信一挥手，2个侍卫提死猪一样把张鹏提到院中跪下。快去叫人呐，让他们速速过来听差，一个个没眼色的，谁来的迟了，我打他的板子。钦差大人都醒了，还睡什么睡？他们再睡，本官就得冻成冰雕了。小半个时辰后，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有衙门空置这样的情况，张太守直接革职查办。张鹏吓得一抖，连忙应是。这白大人看着好脾气啊，怎么发起火来也这么厉害？这依靠太医，防疫措施得靠我们衙门里的所有人去落实到位，不能有一点马虎。是。白素让秦慎把写好的告示递给张鹏手下的文官，把告示誊抄几份，交给各区域的负责人去张贴宣传。衙役每日在城内喷洒石灰水消毒，张太守留下，其余人都去做事吧。谁能想到2个钦差都这么勤奋，跟他们太守大人无为而治的理念一点也不一样。张太守，太医这样诊病不行，瘟疫止不住，一人染上很容易感染全家。还有那些流民，若让染病之人和众人混在一起住，会蔓延得很快。要另设医疗，按我说的，把病患和家人隔离，让太医集中诊治，才能尽快止住瘟疫扩散。大人，此法子好是好，但把病患隔离，谁来伺候病人呢？重症之下，让人骨肉分离，与孝道也不符合，恐招来怨言。找专门的人来伺候，如果有病患的子孙想要市集，也可以招一部分进隔离地，照顾长辈的同时，也可以照顾别的病患，既全了孝道，也积德行善。隔离地包吃包住，也为家里省了粮食。这样也行，但患病之人太多了，若把病人集中起来，得需要非常多的房间。徽州城内有不少闲置的民宅，下官这就去让人打扫收拾。不过民宅都很零散，不是大宅子，不知道能不能符合大人集中诊治的要求。零散住宅不行，那样不方便管理。城西废弃的寺庙可以容纳那么多流民，正在使用的寺庙呢，是不是能容纳更多的人呢？大人好聪明，有最多房间的地方就是寺院了。下官一会儿去城西的普济寺去求求住持，看能不能借到普济寺的僧房。我跟你一起去。大人能亲自去借就更好了。大人的医术本就得神仙点化，若能借得僧房做医疗，以隔离病患，和大人的佛缘也正好符合。先生，僧房还是让张太守去借吧，城西离此不近。将军说让先生在关隘坐镇指挥即可，万万不可以以身涉险。将军才刚走，借这么多僧房不是小事，我亲自去显得有诚意。我不但想借普济寺的僧房做医疗，还想借助佛法的名义火葬处理病人的尸体，借助佛名，很多事情都容易得多。张太守若借不来，等过2天将军回来了，让将军亲自陪着先生去借行吗？什么事都让你家将军亲自来，你是不是想累死他？再说了，这事儿拖不得，一日不把病人隔离，就会有很多的隐患。去备车吧。把僧房当医疗，就是把瘟疫和危险带到僧人身边，主持会答应吗？去取锦帛和笔墨来。他虽不信佛，但他一向喜欢的歌手信佛，所唱的一首心经他也会哼唱，不正好可以默出来取信于住持吗？1个时辰后，普济寺住持的房间里，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真是字字珠玑呀！施主，除了这段经文，菩萨可还有别的指示啊？菩萨？师父，这段文字果然是经文吗？老人家授我医术后就念了这几句，我也不懂其中的道理和奥妙，但此段文字一直在我脑海里。刚才想跟张太守借僧房救人，脑子里的这段文字突然就清晰起来，像是迫不及待的想从晚辈的脑子里跑出来。晚辈就把这段文字念了出来，想拿给师父看看。晚辈胡说八道，请菩萨看在我一片善心的份上，不要怪罪我。施主见得老者必是菩萨无疑了，菩萨这是借助施主向世人传道呢。我不知那老者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什么是传道，但老者必是慈悲之人，他所受医术的目的却是让晚辈救人性命的。师父，徽州百姓深受瘟疫之苦，晚辈已经对治疗瘟疫有了些眉目，只是隔离病人所用的医疗实在难寻，若师父肯将僧房相借，
晚辈愿奉上所有积蓄，为菩萨重塑金身。此事是菩萨点化，贫僧哪敢不从命啊？施主放心使用即可，普济寺上下皆听从施主差遣。多谢师父慈悲。午后张太守会派人来打扫僧舍，明日第一批病人就会入住普济寺，师父的善念必能救下万千百姓的性命，师父功德无量啊！是贫僧的功德，也是本寺的法缘。师父，午后本官亲自带人来打扫僧房，师父放心，按照我们大人的法子，定能成功防范，不会让僧人染上疫病的。对，晚辈会安排人每日用石灰水消毒，还会派将士把守病区，不会让病患到师父这边转悠的。阿弥陀佛，施主有济世之心，多谢施主慈悲。不过出家人四大皆空，若为生死，又何必修行呢？师父高义，晚辈感激不尽。病人若能治愈，就放其归家；如若身故，就依照佛门规矩行火葬之礼，这样能更好地控制病毒的传播。恳请师父到时候行方便之门，渡人助人。阿弥陀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乃善举，贫僧又怎会拒绝呢？被病患使用过的房子，不知石灰水能不能消灭异物？若异物不能消灭，以后染来寺内的僧人或是香客，可如何是好啊？此事是菩萨点化，哪能由得你我拒绝？而且白施主和张太守都说能防范，必是可以消灭异物的。菩萨借助白施主之口，授我等经文，又传授白施主治瘟疫之法。若瘟疫得以控制，徽州信佛之人就会成倍增加，正是扬我佛名的好机会，这才是真正的缘法呀。弟子明白了，菩萨传授白施主佛经和治瘟疫之法，就是在宣我佛法。弟子一定尽力配合，借此机会让佛法发扬光大。不愧是菩萨亲授，妙极，真是妙极。哎，朱将军，跟我说说话呗。哎，不理我。这是嫌我早上睡懒觉了。你都知道我跟将军啥时候回来的，东方都发白了，不服气不行。你们将军真是铁人。师傅，这张太守还是个话痨。没什么心计的一个人，早上刚挨的罚，好像一点也没往心里去。你看普济寺的僧房能容纳多少病人呀？弟子只粗略地看了下，估计容纳上千人没问题，还得另辟出一些房间，让太医休息值守，存放药物，晚上也得有人轮流值夜。普济寺只能解一时之需，1000个床位根本不够用的，估计周围的寺庙都得征用。回去看看他们上报的准确死亡人数，就可以推断生病人数了。回去就张贴告示，让生疫病的人开始报名，明日安排进寺诊治。是，师傅。不过张太守说的也有道理，不知道让病人和家人隔离治疗，百姓一时能不能接受？午后看看报名人数就知道了。不接受就硬来，不能让瘟疫在民间肆意传播。硬来？治病怎么能硬来？难道师傅是想把病人从家里硬抬到寺庙治疗吗？不错，我正有此意。师傅，您这想法，咱可以宣传瘟疫居家治疗的危害，让百姓逐渐接受。硬来会挨骂的。挨骂也得把病人和家人分开，不然病人会越治越多。宣传工作你负责，让子由先监管制药。朱信不理张鹏，张鹏又与朱信后头的周平聊上了。小将军，你看，昨日你们来的时候，百姓一个个像双目无神的恶鬼，这才不到1日的时间，你看看，吃饱饭洗了澡，煮了衣服，一个个都有人样了。这执行力度，我们将军做事雷厉风行，从来不拖泥带水，这次平叛定也用不了多久。哎，张太守啊，叛军都是些农民，没经过训练，也没一件趁手的兵器，怎么能接连攻占好几个城池啊？是叛军里有高人，还是当地的官兵不禁打呀？依我看是不禁打，甚至不用打。一个郡的常备军在1000人左右，还有好些是吃的空饷，也就几百人，日常也没训练过，武力真不如那些饥民。叛军动辄出动几万人，常备军被叛军一冲就散了。这么不中用啊？可不，
都是些草包。不过你们不一样，你们从上到下身上都有一股子认真劲儿。不瞒小将军，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官，可是一见2位钦差，才知道自己有多差劲。原来好官是这样的。太守大人有这个觉悟，当官就差不了哪儿去。我顶多算是庸碌之辈，我当官20余年，虽没什么政绩，但从没有贪过百姓的财物，看百姓受罪，我也很难受的。只是我能力有限，想不出解决的法子。我要是在2位钦差手下做事，估计也能出息很多。大将军，久闻大将军威名，今日有缘得见将军风采，当真是气宇轩昂，英武不凡呐！大将军，大周皇帝让将军打仗，却每次都抠抠搜搜的，连人马都不舍得给将军凑齐。这样的朝廷，将军还给他卖什么命啊？不若跟了我把30万人马交于将军统领，让将军真正的统领3军。赵云恍如未闻，从左右接过自己的长弓，瞄准之后连射3箭。只听咔嚓一声，绣着张字的大旗噗的一声掉落到地上。张燕见自己的手下面带惬意，旗帜躺在泥地上也没人去捡，不由恼羞成怒，大声呵斥手下副将出战。杀鸡焉用牛刀，收拾你等有我这个无名小将就足够了，哪用得着我们将军？看招！那何必见王展长得像个白面书生，心里不以为然。哼，找死！拍马上去就与王展站在一起，几个照面就被王展的银枪挑于马下。又有一位副将怒吼着冲上前来，今日2个照面就受伤不敌，狼狈逃回。哼，张燕，来，小爷会会你这个招摇撞骗的假圣师，看看你的肉身能不能躲过小爷手里的银枪。众位被张燕哄骗的百姓，我们将军有好生之德，知道你们是被张燕所蛊惑，已经在皇上面前给大伙求了情，只要是你们真心悔改，一律免罪不杀，冥顽不灵助纣为虐的，一律按谋逆罪斩杀。投降免罪不杀，投降免罪不杀。无知匹夫，休要在此蛊惑人心。我们若不起义，现在这几10万兄弟早就饿成一堆枯骨了，哪还有命在啊？兄弟们，他们都是朝廷的走狗，专门欺压我们百姓。兄弟们，你们想想啊，我们往年交的粮都养了朝廷这帮人呐，我们遭了灾挨饿的时候，朝廷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啊？兄弟们，想想饿死的兄弟姐妹，想想你们先前受的罪啊！若不是神指引着你们，你们还有没有命在呀？你们没有错，谈何悔改？对，我们没错，我们没错。张燕，好一张迷惑人心的破嘴！你让好好的百姓背上了抄家灭族的罪名，一个个成了烧杀掠夺的强盗，还在这妖言惑众。乡亲们，你们真觉得你们杀人放火、抢人粮食没有错吗？你们若还是冥顽不灵，非要让自己的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都承受骂名，你们就是不孝子孙。就算死了，有什么面目去见先祖？现在大好的机会让你们改邪归正，还在这听妖人蛊惑，你们真觉得自己能斗得过朝廷吗？谁觉得自己厉害，先来会会我！你们这狗屁圣师缩在后头，连面都不敢露，你们还信他？不信本天师，难道还信你们这朝廷的人啊？你们这群吸食民脂民膏的贪官，本天师早晚杀尽天下的贪官，带领兄弟们开创一个清平盛世来。张燕，你这个自私自利、祸国殃民的妖人！常言道，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要想有清平盛世，先得除掉你这个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且看小爷亲手取你这妖人的首级。说罢，一提战马，竟单枪匹马朝张燕而去。哼，君子不成匹夫之勇，退守城内，严防死守。赵云也不追赶，鸣金收兵，吩咐大军退回5里外扎营休息。将军，看他们这副怂样，早就已经人心涣散了。依属下看，咱们一鼓作气，攻下陆郡也不成问题啊。我军疲惫，需要休整。现在攻城不是上策。对，现在攻城势必会让他们拧成一股绳，拼死反抗。先扎营休整，等养足精神，再攻城也不迟。这样的全是虚张声势，看着挺凶悍，还不是不敢攻城啊？我们要粮有粮，要人有人，就在城内以逸待劳，死守城池。他赵云再厉害，有什么用啊？本天师后死他！传令，令人在城墙四周加强戒备，防止他们攻城。10万大军被咱们将军3支箭和王校尉一杆枪吓得抱头鼠窜，没见过这么怂的兵啊！就这胆子，还造什么反呢？真是的！
就是，还攻占了好几个县郡。本以为他们多厉害呢，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攻下城池，全仗着人多嘛。他们算什么兵啊？不过是饿急眼了的农夫，被那个异想天开的妖人怂恿着犯了糊涂罢了。咱们将军当时若下令追击，抓住那妖人不可能，不过定能剿灭1-2万跑在后面的叛军。擒贼擒王，抓不住妖人，杀那些无知农妇也无用，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人罢了。咱们将军的目标是头子张燕，不过抓他估计得破城以后了。来，哥儿几个吃饱喝足，养好精神，攻城的时候一举拿下。咱们若攻不下陆军，就太丢将军的脸了。中军大帐内，今晚张燕一定会加强戒备，咱们休息到后半夜，等他们熬不住的时候，咱们再攻城。到时候我会想法子吸引他们的注意，你们一定要抓住时机，迅速占领各城门。此战只许胜不许败，一定要一举抓住张燕，尽快解决叛军问题。百姓经不起战乱了，只有还徽州太平，稳住民心，才能齐心协力消灭瘟疫。事态紧急，一日都不容耽搁。将军放心，属下定不辱命。夜色一点点暗淡下来，月亮也悄悄爬上城墙。陆郡城头上紧张了半夜的信徒也松懈下来。白天那么好的时机都没攻城，大晚上的怎么会攻城呢？估计这会儿啊，人家睡得正香呢。咱们白日也太丢人了。要是没这城池护着，咱们在人家跟前就是待宰的羔羊，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你们真觉得这城池能护得住咱们吗？赵将军可是大周的战神，羌人能征善战，还被赵将军打得俯首称臣了呢。别说咱们了，白日里赵将军也给咱们留着情呢，不然后头的人早被剿灭干净了。我看咱们被擒是早晚的事儿。哎，你怎么啥都敢说呀？被人传到圣师耳中，定要说你祸乱军心，砍了你的脑袋。这就咱几个同村的兄弟，怎么会传到圣师的耳中去？圣师说的话也有不对的，百姓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哪个朝代的百姓不纳粮啊？咱们挨饿的原因是天灾，抢人粮食是迫不得已。赵将军可是我最敬佩的人，怎么能说他是朝廷的走狗呢？哎，你们说，那小将说赵将军替咱们求了情，是不是真的呀？咱们犯的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赵将军一向体恤百姓，说不定就是真的。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黑夜暗沉，陆郡城下四周已经集结上千名精锐之师。开始吧。这是什么东西啊？天上的星星怎么掉下来了？随着第一声巨响在空中炸开，撕裂寂静的夜。啊！腊月惊雷，这是天降神罚啊！紧接着一声又一声的惊雷冒着火焰在空中炸响。天师，快跑吧！不知怎么的，朝廷的大军好似从天而降，已经抢占了西城门，那边的信徒都下跪投降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赵云，不对，这不是真正的雷劫，哪有雷劫配合人的？一定是赵云在装神弄鬼，趁乱攻上了城墙，哪有人能从天而降的？传我的令，赵云趁乱偷袭，集合兵力杀向西城门，把他们剿灭在城内。来不及了，现在人人都说天降神罚，朝廷的大军还没到，他们就跪地认罪，恨不得立时投降，好得到赵云大军的庇佑。难道这就是兵败如山倒，仗还没开始打就这么败了？真是痛杀我也呀！一股硝烟味吹过来，哎呀，中了赵云的奸计了，这必是人为制造的假雷霆啊！天师，快跑啊！再不跑，就会有叛徒带着朝廷的人找过来了。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跑到别的郡城，那里还有几万信徒，咱们可以东山再起啊！我有15万信徒，还备足了粮草，就这么败于赵云之手了，真是不甘心呐！军心已散，无力回天了。等躲过此劫，咱们再重新收拢人马。赵云是不败战神，咱败给他不丢人，但他再厉害，也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咱隐藏在民间，他总不能在徽州待一辈子吧？张燕心知信徒说的有理，此时只有韬光养晦，避其锋芒，等赵云回京再起事也不迟。城西门已失，咱们快马从东门出去，直奔燕城，到了燕城就安全了。去粮库，把粮库烧了再走。咱们苦心备下的粮食不能便宜了赵云那厮。他娘的，饥民遍野，每天都饿死人，你竟想烧粮仓，你他娘的怎么如此恶毒啊！长青的拳头像铁榔头一样，尽管怕打死他，有意收着力道，仍把张燕揍得满地打滚。我的粮凭什么留给别人？我就算烧成灰也不给你们这帮孙子！哼，太坏了，就你这样的杂碎竟然也敢说拯救万民呀！开创清兵盛世！赵云，你才是装神弄鬼的妖人！你使用奸计取胜，胜之不武！你卑鄙无耻，枉有战神之名，也有我败的不服！
哼，胆敢辱骂我们将军，试图激怒我们，孙子，你真是打错了算盘。修理你，爷爷有的是手段。李友脚下用力一碾，张燕顿时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李友，够了，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力气，绑了带回去，别让他死了。是。长兴，命令各城门只许进不许出，跪地投降的一律不用管，逃跑反抗的一律按谋逆罪处置。是。王少，你负责境内伤亡人数和安置事项，估计此次只有少数受伤，没什么伤亡。属下也这么认为，还从没打过这么轻松的仗呢。若每次战事都这么轻松，将军也不必再为阵亡的兄弟伤心了。这都是白苏的功劳，是将士之福，也是百姓之福。你安置一下伤兵，就去处理战俘事宜，登记安抚一下，就安置他们回营休息，别让他们在街上跪着了。清点一下人数，看跑了多少人，明日分了粮，就让他们各自归家吧。是，属下遵命。哦，对了，王展，你带人在街上转转，看看有没有叛军趁乱抢劫、欺辱百姓的。是。赵云则带着人亲自去清点粮库，等安置好所有事宜，东方已经发白了。赵云手下将士除了有几十人受轻伤外，无一死亡，而叛军除了夺取城门时斩杀的，再加上反抗的，一共只死了200多人。逃跑或藏到民间的叛军反倒有1万余人，竟跑了这么多人。若他们不思悔改，跑到其他郡县，只怕还会生事啊。叛军知道西门被我军占领，一窝蜂地冲向东城门，人太多了，洪涛带领的300人抵挡不住，被叛军冲出去一部分。等后面的援军到了，才重新控制住东城门。洪涛没想到那一小会儿跑了这么多叛军，现在啊，正跪在外面请罪呢。快让他进来。洪涛也是一员猛将，日常征战鲜有败绩，不想此次在自己手上逃了这么多叛军。属下失职，有负将军重托，让叛军逃窜。属下恳请将军让属下带人去燕城追击叛军，等攻下燕城，属下再向将军请罪。受伤了，伤口处理了吗？处理了，只一点皮外伤。这次军医用的是先生传授的方法，说叫什么清创，用的药也是先生配的，立即就止血不疼了。属下追击叛军完全不碍事。上万受惊的叛军往外冲，300人怎么抵挡得住呢？就算是我在现场，只怕也是一样的结果。你带领的300人无一伤亡，又能及时控制住城门，就是大功一件，何罪之有啊？谢将军体谅，当时叛军跟吓疯了一样，尖叫着像潮水般涌向了东城门，场面极其混乱。属下对他们的喊话根本就没人听得到。属下杀了一些叛军，但人密密麻麻的一窝蜂涌上来，属下施展不开，所以你无需自责，用不了几天，其余几个郡县全部会收复的。将军，将士们神采奕奕，毫无疲态，请将军允许属下现在带兵去燕城平叛。不用，这里有10几万的俘虏，还有数十万百姓需要安抚。你也忙了一夜了，回去休息吧。将军，属下认为逃走的叛军不足为患，现在张燕已经抓获，叛军已群龙无首，他们逃到别的郡县，把陆军的情况一说，只会更利于瓦解叛军。将军，属下觉得王司马说的有理，叛军已经是惊弓之鸟，逃跑也只是想保命，已经成不了气候了。将军素有威名，此次战役又如有神助，哪个还敢造次？处理叛军，整顿陆军，再放粮安抚百姓更为重要啊！张燕已经擒获了叛军大部分主力已经投降，其余不足为虑。把陆军还活着的大小官员都找来，尽快安排治粮事宜。所有人都要注意防疫，把叛军的尸体焚烧，街道清扫干净，用石灰水喷洒消毒。是。王少，你把张燕的罪行整理一下，把他烧粮仓当场被捉的事也写上，写成告示张贴，通告各郡县，再起草一份奏报上报朝廷。办完这事儿，你就去休息吧。将军，属下浑身热血沸腾，一点都不觉得累，属下马上就去。连焚烧粮库这种恶毒的事都做得出来，哪个百姓还会信任黄连教？王少转身想出去，又想到了什么。将军，您给先生说一声吧，让先生也高兴高兴。别再说了，搜张燕住处的时候搜到许多药材和符纸，我怕白苏有用，就让人送去徽州了。顺便把陆军的情况给他说一声。那就好，先生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哈哈，可不，天降玄雷来助战，陆军不攻自破了。如此高兴的事儿，自然得先告诉先生一声了。火药只有咱们几个知道，以后只能放在心里，不准再提。你们记住，不是天降玄雷给咱们助阵，是张燕打着盛世的名义做恶事，惹怒了上天，所以才有天降玄雷警示叛军。咱们看到陆军大乱，抓住时机攻住，才一举拿下。王少，给朝廷的奏报上就这么写。午时，粮库的粮食都按照划分的区域运到大街上。各位乡亲父老，在下赵云，奉皇命前来给乡亲们赈粮救灾。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当今皇上一贯重视百姓，把夫农看成天下之本。今年徽州大旱，百姓无以为继，后有瘟疫出现，还有妖人张燕趁百姓恐慌犯上作乱。皇上得知后忧心如焚。常言道，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好在大多数的百姓都是清醒的，神是引人向善的，烧杀掠夺怎会是神的旨意啊？分明是强盗行径。
谁想祸害百姓，我大周的将士不会答应的，因为将士们就是守护百姓的。是啊，神都是让人行善的，哪有教人抢劫的？瘟疫本来没那么严重，都是他们造反，吓得百姓四处逃窜，才把瘟疫带得哪儿都是。他的符水也不灵，打铁的王麻子入教最早，后来染了瘟疫，喝符水不管用。天师说他心不诚，让他回家反省几身。不是说王麻子一家人都死了吗？是，后来陆陆续续都染上了，全死光了。邻居怕被过了病气，连个帮忙收尸的人都没有。后来还是官府的人把尸体拉走烧了。哎呀，符水就是哄骗人的手段。听说那张燕本来就是村里的大夫，医术还小有名气呢，偏加个符水的名头骗人，倒让药效降低了。心术不正，他好好当个大夫，能一辈子吃喝不愁。若只瘟疫有功，说不定还能得到朝廷的封赏，偏妄想着当什么王侯，落到这个下场，被押送到朝廷，司法好不了。这算不算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治瘟疫还得靠朝廷的太医，还有洪正堂的白神医啊！哎，听说啊，京城的百姓都见过白神医施展神迹呢，京城数不清的混眼疾的瞎子都重见光明了，是真正的神医啊！哎，我还听说呀，白神医长得就跟画上的仙君一样，俊美非凡，比大将军还美上几分呢，而且还非常善良，没钱看病的人记账就给看，这才是真正的行善积德呀！我不关心谁对谁错，我都快饿死了，大将军还不放粮，讲什么没用的，谁给我粮我就认谁是善人。哎呦，你这是非不分的浑然，大将军昨夜平的叛军，今儿就开始赈粮，还嫌慢，没良心的东西。这些粮食先分给大家，让乡亲们先过一个好年，以后还会有赈灾粮运来。台下百姓一阵欢呼，马上开始赈粮，谁也不许往前拥挤，不守规矩的应分的粮减半，领到粮食的乡亲速速回家，不要在街上逗留，大家少出门，按告示上的防疫措施做好防疫，放粮。大将军放心，我们守规矩，领到粮食我们就关门闭户，日夜守着我们的粮食，绝不出门一步。这些都是给我的。对，按家里人口分的，拿着回家吧。老伯不必谢我，皇恩浩荡，我都是遵照皇上的旨意做事的。没想到张燕抢了这么多粮食，怪不得留给我们不甘心，这得抢多少大户啊！哎，这也算间接帮了我们的忙吧，一下解决了这么多灾民的吃饭问题。张燕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士族门阀和商贾之家的存粮数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将军，等回到徽州，将军可以宴请徽州的士族门阀、地主商贾们。远在京城的士族都出力了，他们自己的家乡遭难，他们也更该出点力啊！赵云吃着大饼咸菜，嗯了一声。那些叛军其实也挺可怜的，张燕怕给他们粮就一去不回，只管他们饭吃，没给分粮食。别看他们抢劫，其实家里人也饿着呢，给他们分了粮，走的时候个个感恩戴德的，哭得跟个孩子一样。我看他们是生不了反心了。他们犯的是谋逆罪，若不是将军为他们求情，皇上宽宏大量饶恕他们，他们死的就是一族的人。将军还告诉他们，只要尽心做好义工，还会把应分的粮给他们补齐。将军对他们可不仅是活命之恩，对他们的家族都有再造之恩啊！也是，谋逆罪就算是轻罚，也得世代为奴吧？无罪释放的，这恐怕是头一遭啊！他们不过是些可怜人罢了。徽州境内已饿死数万人了，从朝廷到地方官都有责任，怎么能把错都怪在百姓身上呢？皇上，你带着你手下的文官留守陆军，整顿一下陆军的吏治，贪污赈灾钱粮的从严从重处置，情节严重的一律处斩，逃跑的官吏也不能放过，只要坑害过百姓，后果严重的，就算被叛军杀死埋到地里，也得刨出来鞭尸，给大周的官吏们一个警示。是，天灾不可避免，人祸则不可原谅。不管是谁，只要做下了坑害灾民的事，一个都不能放过。洪涛，你带2个副将和5000人马，跟蒙绍一起留守陆军，把当地的常备军都找来，郡尉和县尉账50，士卒账20，一点用处都没有，全是一群饭桶，白拿朝廷的俸禄。将军，属下这点伤打仗不碍事，求将军带属下去评判吧。属下想。你在质疑我的命令？属下不敢，属下知错。那还不坐下来吃饭？端个碗都哆里哆嗦的，还说不碍事呢，呛什么呛？是。自己一直强忍着疼痛，没觉得哆嗦呀？将军咋看出来的？将军疼你，你还不识好歹，不该挨训吗？哎呀，别苦着脸了，快点吃饭。你的任务也不轻啊，张燕还关押在此呢，没一员大将看守怎么行啊？另外，你还得把守备军组织起来，按我们的训练标准操练他们，把他们的筋骨练出来。堂堂守备军，连饥民都比不过，还有什么颜面拿朝廷的俸禄？训练懒惰的，直接驱逐回家，重新招人，补上空缺。朝廷不养懒人。是，今晚都回去好好休息，明日卯时发兵，争取当日拿下燕城。都散了吧。涛哥，你不必眼馋我们跑到燕城也不一定有动手的机会，叛军说不定早跪在城外等着投降呢。还真说不准，叛军吓得都跑光了也不一定啊。我看这次将军会一举拿下其余几个郡县，
速战速决，不然将军不放心先生。对，别说将军了，我也不放心先生。先生有信哥当侍卫，肯定会万无一失。信哥做事儿啥时候粗心大意过啊？将军就是信任信哥，才让信哥保护先生的。王司马有啥可担心的？不是说朱信不用心，先生的脾气是外柔内刚，是个有主意的，而且先生一贯以病人为先，不会听朱信的劝告，将军的嘱咐也不一定会听。林公子对先生一向恭顺，也不会执意劝阻。秦大人和张太守也不像能劝得住先生的人，若先生做出什么大胆的事来，引起百姓的误会，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哼，出什么乱子？先生是钦差，做出什么决定也是为病人好，谁敢对先生无礼，信哥瞬间就灭了他们。徽州可有几十万百姓呢，民意不可违，先生的决定再正确，百姓不理解也是枉然啊！你想想看啊，朱信手下就那么5000人，将军的本意是让他们保护先生，先生若派他们去做别的事情，他们敢不去吗？他们一去做事，护卫的人就少了。先生若再为了病人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万一有不长眼冒犯先生，让先生受了委屈，先生若有了闪失，信哥不得自裁谢罪啊？不对，有信哥在，先生最多被别人言语冒犯，不会有其他问题的。就算是先生的命令，信哥也不会离开先生半步。先生啊，您可千万听将军的话，好好休息几天，别让信哥太难做了。有什么事儿等兄弟们回去了再办。官驿大堂里，官府管吃管住，还有太医亲自看诊，不用冷哈哈的排队，百姓怎么都不去呢？徒儿认为病人都依恋家，百姓都盼着在家治疗吧。徒儿去接诊点转了转，每个接诊点的病人都不下上百人排队呢。徒儿估算着病人至少得有5000人左右。病人比师兄估计的只多不会少，300个太医，除去派去几个县衙的130人，路上生病的42人，其余出诊的100多名医者，今日一共接诊2900多人，这仅是第一天的接诊量。这样下去不行啊，既增加传染，又耽误病情。大夫不能及时了解病人的病情，怎么可能治得好病人啊？大人，自古以来都是孝比天大，您看报名的人里几乎没有老人，就能说明问题了。下官以为百姓顾忌的无非有2点，第一是隔离之法，百姓不能太接受；第二就是大人的火葬要求，他们虽然惧怕瘟疫，更怕背负不孝之名，而且这种隔离之法没有先例，持观望态度的百姓居多，谁也不想先出头。还有就是将军分粮了，若是没分粮，告示一贴，只怕普济寺的床位一下就抢光了。唉，百姓没粮食吃怎么行呢？饥民四处乞讨，百姓感染的更多更快。将军做的没错，分粮比治瘟疫更迫切。哎呀，师傅您别着急啊，咱刚到徽州1日，百姓不相信咱也正常啊。等有一批病人治愈回家，百姓就会慢慢接受隔离之法了。不行，这么多病人和没患病的人混住在一起，每日得增添多少新病人？隔离治疗，有子孙想尽孝的，可以选取一部分伺候。病人如果病情加重，我也可以让子女适当探视，只要做好消毒，这都不是问题。我觉得百姓最大的顾虑还是不想火葬。张大人，明日宣传时加上一条，即日起瘟疫期间，所有去世的人一律火葬。为对死者表示敬重，官府会请高僧为逝者念经超度，再有偷埋的，官府出面挖坟焚尸，子孙以破坏防疫罪惩戒，以后的赈灾粮减半。惩戒子孙、扣赈灾粮都没问题，但是大人想挖坟焚尸，哎呀，反正下官觉得不妥当。自古以来都是入土为安，死者为大，已经埋进坟里的，大人就不要太计较了，不然会引起民怨。师父，弟子知道您说的有道理，也知道尸体处理不当的后果，但去人家坟地里挖坟，真不太容易，只怕逝世者的子孙会跟官差拼命的。您看这样，圣旨既然已经说了，染上瘟疫去世的一律火葬，只要确定逝者是染瘟疫去世，他们偷埋就是抗旨，咱们可以重罚，打板子、加号、示众都行，甚至斩杀几个也没问题。师父，刨坟不妥，还请师父三思啊。庶子，刨坟不行，真不行。福来皱着眉没有言语，林彻先是惊愕，想了想又觉得还是师父说的有道理。子谦，师父这么做是为了抑制瘟疫的蔓延，传染源头制止不了，瘟疫还是控制不住啊。师父的方法虽然难点，但是对疫情管用啊。你和张太守的方法不行，世人崇尚孝道，官府惩戒子孙，打板子加号，反倒成全他们孝子的美名了，根本震慑不住百姓，说不定土葬还会愈演愈烈呢。斩杀能震慑人，但他们罪不至死啊。师兄，你不劝着师父，怎么还？哎呀，
刨坟行不通，民怨的后果很严重的。现在百姓刚分了粮，对朝廷感激，对师傅和大将军也敬重。只要得民心，很多事都能徐徐图之。若民怨沸腾，后果无法想象。就是，秦大人说的对，林公子，你太年轻了，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刨人祖坟，很容易给大人招来千载骂名的。张大人失言了，主子不管怎么决定，都是为百姓着想。主子是为了活人性命，只会青史留名，万事敬仰。张大人认为大周的百姓都是善恶不分的混账吗？大人，您不要误会，下官心里对您真的十分敬重。忠言逆耳，下官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公子虽年轻，但最为认真严谨，对待要人命的瘟疫，只考虑怎么消灭瘟疫本身。反倒是张太守，因为岁数大，考虑的太多，显得有些畏首畏尾了。传染源头得不到有效遏制，会有什么后果？张太守想过吗？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只会贻误疫情。你，哼，一个小厮教训起朝廷命官还一套一套的，连畏首畏尾都甩出来了。张大人，福来说的话也是我的意思。我也明白你和子谦的顾虑，你们都是为我着想。我也知道刨坟意味着什么，但我这么决定也是深思熟虑过的。你们有没有想过，现在正值寒冬腊月，土地都冻了好几尺深，将士们武力不凡，凿一小坑扎营还很费劲，别说刨一个大坑了，逝者的棺木不可能深埋，只会浅浅埋葬，或是草草埋葬。不信，我们明日可以去看看。大人真是心思缜密，下官知道他们都是草草埋葬，百姓没力气也没能力刨坑，因为埋浅，前些天还出过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大人出身富贵逼人的京城，断没听说过这样的事。饿疯了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一人去世后，因天寒地冻凿不动土，就被草草的埋了。到了第二天上坟，发现坟变了样，扒开浮土一看，棺木被撬开了，长辈的尸身被毁，尸身上的肉被割了好些块，十有八九是被人吃了。白素和林彻心里一阵恶心，秦慎也觉得头皮发麻。这案子到现在也没破，埋得又浅，棺木又薄，被饿急眼的人吃很正常。听衙役说，街上死掉的流民也经常缺胳膊少腿，还不是被饥民煮着吃。别说了。张鹏一下子闭住嘴，这才发觉几人的面色都不好看。师傅，您喝口水压压。张太守知道逝者浅埋，也知道死亡人数至少有500人以上，一日500，一月就是上万。张太守却不知道这上万具浅埋的尸体会给瘟疫带来多严重的传播。病毒不怕冻，就这样的天，病毒可以生存3个月。你们知道上万具尸身在浮土里浅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老鼠啃咬尸身后会流窜于民间，把病毒带到千家万户。尸身处理不好，瘟疫就会继续蔓延，无法控制。师傅的决定从来就没有不对过。子谦，你给师傅认个错。张太守不懂医，不理解师傅的决定很正常。你呢，白跟师傅学了这么久医术，自己见识短浅，还敢质疑师傅。师傅恕罪，的确是弟子考虑不周，弟子没想过棺椁会浅埋。子谦，有意见当面质疑，算不上什么错。起来吧。师傅，师兄，在朝堂上，弟子是第一个提出火葬的人，怎么不明白师傅的良苦用心？但是这事儿真的急不得。师傅，弟子建议加大尸身2次传播的危险，百姓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会理解并配合火葬了。另外，官府奖励百姓，为了防疫大局，举报检举，官府不公开举报人身份，并给予奖励。我们接到举报就强制火葬，也算实属有名。张太守在请这些徽州德高望重的名士、名医、族长之类的人，弟子给他们说一下土葬的危害和后果，只要他们接受了，下边的百姓就容易接受了。子谦这个法子好，张太守，明日先按子谦的提议做吧，刨坟坟尸的事情先延后，明日以我的名义请他们来观议，若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就容易多了。是，下官一会儿就去拟人选，给他们下帖子。定在什么时辰的？早上我去普济寺看望病人，就定在申时吧。先生，什么事也没您的安危重要，叛军还没解决，见这么多陌生人太危险了。没事，有你和兄弟们保护我，什么样的叛军进得来我的身呀？张大人，去吧，就这么定了。朱信，我既然选择来徽州，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哪能因为怕危险就缩在官驿不见人，不出门呢？在瘟疫面前，我们大夫也是战士，你们打仗讲究战机，治瘟疫也一样，片刻耽误不得，所以我每天都会出门，还会见很多人，以后就辛苦你了。先生客气了，只要先生安全，
小的就算肝脑涂地也甘愿。先生的安危关系到几十万百姓的性命，小的就怕您有什么闪失。将军再三嘱咐小的。朱信，你现在是我的侍卫，就不要想着你家将军的命令了。治瘟疫的事他又不懂，他在这儿也改变不了什么。是，将军当然会听先生的，但将军功夫好，只要将军在，先生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有危险。你们将军有你们将军的事，他比我们都忙，他功夫再好，我也不敢让他给我当侍卫。将军平完叛军就没什么大事了，协助先生治瘟疫就是最重要的事。将军这功夫到陆军了吧？按行程傍晚前就能到陆郡，这会儿估计扎营休息了。哎呀，但愿将军能旗开得胜，一举夺回陆郡。谢谢林公子，将军一定会夺回陆郡的。都回去歇着吧，说不定明日就有捷报传来。明日看看病人报名有多少人，若人数还不增加，后天就得采取措施了。夜色已深，林彻戴着手套口罩，伏在案上抄写段宁留下的笔记。福来在一旁伺候笔墨，秦慎神色不安。师兄，让我抄写一会儿吧，我保证写的跟师兄一样工整。不用，你回房休息吧。师兄辛苦给师傅抄笔记，我怎么好意思先休息？师兄，要不你打我几下出气，可千万别不理我呀！师兄不高兴，我这心里头直发虚。我是心疼师傅，既要琢磨治瘟疫的药方，还要面对这么多难题。刨坟焚尸必须得做，病人隔离估计也得强制执行。师傅真是太难了。我知道，师傅劳心劳力，比谁都辛苦。哼，我还以为你看不到呢。百姓不懂尸身二字传播的危害，师傅现在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师傅的这种痛苦和孤独，你能体会吗？子谦，你体会不到吧？师傅若是按你的意思选择随波逐流，虽不会引起民怨，但是代价得千万人的性命去换。师傅会那么做吗？师傅不会。就算被世俗所不容，为庸者所不纳，被百姓排斥、诋毁、不理解，师傅也不会拿百姓的性命换什么民心。师傅只会做对的事。子谦啊，我近日对你是失望的。你明知道此事二次感染的严重性，还不支持师傅，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徒弟都反对，怎么指望对医术一无所知的百姓去理解啊？甚至连斩杀活人的馊主意都想得出来，这是你该说的话吗？你不懂师傅，师傅只会救人，不会杀人的。你和张太守的那套为官之道，我真理解不来。师兄，或许是我考虑的太多，显得世故了一点，但是一旦刨坟，师傅必会与百姓离心，甚至遭到百姓谩骂攻击，我们当徒弟的就会好受吗？让百姓排斥官府，就一定对瘟疫有利吗？俗话说，人活在世，必荣辱众，不可独存。我就是知道尸身二次感染的危害，才说出重成活人、杀一儆百的法子，这也是无奈之举，权宜之计啊。师傅为治瘟疫，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会在乎那些虚名吗？我觉得福来说的对，百姓就算一时误解，时间长了一定会感激师傅，师傅的善举和功勋也会被人铭记的。考虑的太多，瞻前顾后，只会贻误疫情。总之，无论师傅做出什么决定，我都站在师傅这边。师徒都不是一心，还指望谁支持师傅啊？你回房好好想想吧。既然刨坟焚尸无法避免，有什么后果跟师傅一起承担就是了。秦慎郑重其事跟林彻认了错，厚着脸皮把林彻赶到一边，非要自己抄写剩下的部分。我也是师傅的徒弟，怎么能让师兄一个人干活呢？我保证写得干净仔细。第二天一早，白苏就带着几人坐着马车出了门。这份疑案是段宁用生命写成的，他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的善举会救很多人。你们把段宁亲笔写的那本密封好，等以后我消毒带回京城，给他的家人留个念想。是，师傅。师傅，弟子已经按您的吩咐写好奏折，为段宁请封了。段宁家里的父母和2个年幼的孩子，弟子若能活着回去，也会帮着照看。你说什么傻话呢？只要做好消毒，就染不上。就算真染上了，还有我在呢，我怎么会让你们出事？咱们都能活着回去。师傅，你的新药方现在做出来了，撂在后面的马车上呢，今儿就能给病人用了，效果怎样，马上就能知道了。徒儿觉得效果差不了。但愿吧。我再说一遍，口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摘，身上的外袍每天晚上都要让杂役煮了消毒。我们都记住了，秦大人，您都说过好多遍了。这可不是儿戏，你的父母和妻子孩子都在京城等着你们平安回去呢，我可不想带着你们的骨灰坛子回去。谁要敢粗心大意，记不住防疫规则，一律杖责，我亲自践行。谁找死，我就先把他打个半死。太医们想起段宁，也都收起笑脸，躬身应了声是。白苏把师徒3人制定的散剂、汤剂和丸剂的药方都一一公开，和众人讨论了一会儿，让太医根据病人的病症选用。其余病人陆陆续续被送了过来，白苏接连诊断数位患者。这病人基本上都是面红目赤、苔黄舌红紫、脉滑数，严重的还咳血、神志不清。半晌的时候，有侍卫禀报
说大将军派了人从陆郡赶来求见。先生，必是将军传来的捷报，陆郡说不定已经收复了。竟这么快，走，咱们出去看看。大人，昨夜陆军上空突然天降玄雷，劈向敌营，叛军大乱。将军趁机攻城，见陆郡已经收复，叛军头子张燕被擒获。将军特命小的来给大人报喜。乖乖请起。多谢大人。大人，小的跟将军打了多场战役，从没这次赢得这么漂亮。叛军都被玄雷吓破了胆，几乎没动手就攻克了陆郡。城内到处都是跪地投降的叛军，粮仓里堆满了粮食。将军今日赈粮安抚百姓，明日就去盐城。将军说了，请大人千万保重自身，大军很快就会平定叛军，回来协助大人治疫的。真是太好了，这下百姓有粮吃了。将军在张燕的住处发现许多草药和符纸，特命小的给大人带来。草药小的已经命人卸到了官驿，符纸小的给大人带来一些。谢谢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消息，连夜赶过来的吧，辛苦你了。朱信，你安排辆马车送小兄弟回军营歇息吧，别再让他骑马了，怪冷的。不用了，大人，小的骑马回去就行。主子，刚刚他是不是说的天降玄雷劈向敌营？婢子没听错吧？是上天给叛军降下神法，真有天降神法？或许吧。那大将军夺回陆郡，岂不是得到上天的帮助了？定是叛军做的恶事太多，上天才会降罚。神不能做恶事，真会有报应的呀。秦慎却想到7、8日前师父让他找萧石和刘皇，说帮将军装神弄鬼的事儿。叛军本来就不是将士们的对手，再有天罚降临，不吓得跪地投降才怪呢。师父，徒儿真盼着将军早点平叛回来，有大军在，师父想做什么事儿就容易多了。咱现在人也不少，朱信手下有5000人呢，张太守手下的人也得有几千，够咱们用的。也不知道衙役宣传的效果怎么样，今儿能入住多少病人。大人，真的是大将军打了胜仗了吗？是的，大叔，大将军打了大胜仗，10几万叛军投降，蒙骗百姓的假圣师也抓住了。很快咱们徽州就没有乱匪，再把瘟疫治好，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太好了，世道若是乱了，百姓就没一丁点活路了。皇上圣明，选了2位好钦差，大人和大将军将是我们徽州百姓的救星啊。午时的时候，一行人出了普济寺，坐上回去的马车。朱信，把符纸拿给我。是。你们先看看张燕的符纸，我猜符纸大概被汤药浸泡过，符咒治不了病，能治病的只能是药，符咒只是被张燕设的障眼法罢了。障眼法？师父，障眼法是蒙蔽别人双目，虚张声势的意思吗？徒儿也觉得符咒治病太玄乎了，不过很多时候符咒真能治好病，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很多看似玄妙的东西其实都是假象，只是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只要捅破那层窗户纸，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会巫术的人大多精通医术，还比较了解人的心理，善于操控人心。师父说的是，只要百姓觉得他神通广大，符咒的效果就更好一些。朱信从怀里拿出布包，把符咒拿出来，先翻看一下，看没有什么异常，才从车窗递给白苏。白苏接过来闻了闻，一人递给他们一张，都闻闻，看看能闻出几种药材。果然是用草药浸泡过的，这么大的药味，百姓闻不出来吗？婢子先说，有3七和黄连。福来，除了这2个，你还能闻出别的吗？还有半夏，好像还有生地。你们2个都很棒。子谦，你还能闻出什么药材？有大黄、丹皮、连翘、莲母、龙牙草。子谦变药的本领比自己厉害多了。还有别的吗？有点清甜的味道，好像是丝毛草，不过弟子不确定。师兄，你看呢？师父，徒儿闻着也有丝毛草。这药方是治肺疾的方子，里面应该还有赤芍和黄芩。闻香变药，你们2个都是高手，比我强多了，我就闻出几样。要是别的铺子以后有了秘方，林公子和秦大人这么闻一下，不就知道药方了吗？别说主子了，天下有几个大夫开的方子能超过公子和太医令的？用得着抄别人的方子吗？也是啊，能闻出来的都是普通又熟悉的。师傅你的药方我就分辨不出来，别说闻了，尝都尝不出来。我也一样，师傅用的炮制方法不一样，味道就有了变化。当初我抱着朱信的胳膊闻了好一会儿，就是闻不出来他贴的膏药是什么做的，工艺太复杂了。若不是师傅师兄教我，我琢磨一辈子估计也琢磨不出来。会变几样药材也没有用，算不得什么本事。当然有用了，看见好方子起码能借鉴一下。张燕的方子看着平平无奇，但秦师的符纸就能治愈瘟疫，绝不会是普通的方子。等回去看看是不是有别的药材。
到了官驿，翻看了从陆郡带来的药材，果然是几人猜到的几样药材，没有发现别的。申时，张鹏请的人陆续来到官驿。钦差大人对咱们太客气了，派大徒弟和太医令亲自迎接，连张大人都这么客气。以往啊，咱们这身份哪能轻易见到这么多贵人呢？钦差大人对咱们必有所托，不然的话，大人哪有空见咱们呢？听说白大人最不喜欢应酬了。葛贤弟还挺了解白大人呢，不愧都是神医。白大人的传说啊，都传遍了。我是大夫，当然留意的多些了。哎呀，上兄啊，千万不要再提什么神医啊，我那点本事，在大人和太医面前啊，不值一提。贤弟过谦了，大人他们是京城名医，贤弟是徽州名医，并不冲突啊。邵先生，葛神医，你们来的好早啊！徽州名儒朱旭跟一行人一起走进来。我们也是刚到，朱先生、田组长，你们一起结伴来的呀？对，我们接到的帖子就碰了个面，正好借此机会跟钦差大人陈情民意，和一点拙见，希望两位一会儿也支持在下一下。大人的做法虽是为了治瘟疫，但违背了孝道伦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长辈既不幸病逝，还有无辜受到身后加刑，这让孝子孝孙如何立于天地之间？是啊，这样不行啊，人死了还要受这等罪，于心何忍啊！一会儿我也跪求大人，求他收回成命。我也算一个，咱们都在一条线，万一谁家长辈赶巧了，恰好这一段闲事，若是遭此刑罚，不是凌迟当晚辈的心吗？今日我请大家过来是有事相求。疫情就像火灾，若不能拆屋隔火，火灾就会成片的蔓延，把我们所有人都烧成灰烬。大人，未免也太危言耸听了吧？您没来的时候就有治愈的病人了，听说染病的罗太医不就活下来了吗？您是神医，又来了这么多太医，消灭瘟疫不是指日可待吗？我们大家都很信任大人的医术啊。这位先生可能没听清楚我的话，防疫比治疫更迫切。徽州各郡县有近100万人口，仅徽州城内及周边发现瘟疫的地区就有几10万人。太医一共有多少呢？包括京城来的医者，一共才300多人。众人沉默不语。防疫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在来的路上画了几幅病毒传染途径的宣传画，不知大家都看过没有？下官连夜找人画了几百份张贴，还命官差敲锣宣传，下官保证没漏掉一个街道。既能防疫又不违背孝道的事儿，大家都支持。族人若有不守规矩的，我们也可以处置他们。大家都执行大人的命令，瘟疫很快就能遏制住了。对，我们都支持大人。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在千千万万个生命面前，我们以往的很多认知、好恶、取舍都得重新做出思考。传染源头主要分为2种，一个是患者，一个是逝者的尸身。上次的宣传画只说了患者的传播方式，我刚刚又画了尸身的2次传播，请大家看看。只见画上画着一个灵堂，灵床前躺着一个布满病毒的尸身，密密麻麻的病毒睁着大眼窥视着四周，下面一行笔锋小字：你去世了，不会呼吸了，但病毒并没有放过你，准备随时伤害你最亲的人。字如其人，大人的字体清秀飘逸，笔锋苍劲有力，好字啊！病毒像张牙舞爪的小恶魔，活灵活现，真是妙极妙极呀！尚先生还有心情欣赏书画呢，画上的内容如此沉重，压得人都喘不上气来了。唉，内容是内容，这不影响字和画的美感吧？你们不觉得见到白大人的真迹很难得吗？还有2幅，请大家看完再探讨。第2幅画上，很多人正往棺材上抬尸身，病毒抓住机会，一个个嚣张地呲着牙趴到抬尸人的手臂上，孝子满脸泪痕跪在棺椁前，扶着棺椁的2手上也沾满了病毒。下面一行小字：病毒趁你的葬礼入侵到接触你尸身的所有人，他们本想送你最后一程，却不想你的葬礼却成了他们的索命符。紧接着福来展开另一幅画，墓地里一个新坟，一副棺材半埋在坟里，许多老鼠在棺材里啃食尸身，它们的身上被黑色病毒包裹着，还有很多老鼠从坟里跑出来，朝着成片的房子跑去。老鼠爬过的地方到处都是病毒。下面一行小字：你的灵魂很惶恐，不知如何停止这一切。其实要结束这恶业很简单，一火能烧30夜。大人，您的3幅画太过惊世骇俗了。按大人的说法，土葬倒成了不孝之举了。可是自古以来都是入土呀，皇上也以孝治天下，哪有让子孙焚烧长辈尸身的？为人子
若连父母的尸身都不能保全，那还配当个人吗？大人，请大人收回成命吧，孝乃做人之本呐，不可逼百姓做不孝之人呐。各位请起来说话。求大人收回成命，否则我等不敢起身呐。求大人不要张贴这份宣传画啊。你是朱旭吧？是，小的正是朱旭。大人怎么认出小的呢？徽州名儒朱旭，视父母至孝，待师长致敬，对弟子既严格又宽厚。我猜最反对焚尸的大概就是你，朱先生。越是德高望重之人，行事越要三思而后行啊。大人，以往也发生过不少次瘟疫，可从来没有焚尸的做法，也没有说过死尸和老鼠还能传人呢。以往的瘟疫和这次病症不一样，传播途径也不一样，怎么能放在一起比较呢？我的本意是请大家帮忙，依靠大家的影响力，推进百姓抗疫的积极性。大家都是读书人，我以为把道理讲清楚，你们会理解我的苦心，没想到我从答应皇上的那一刻起，就知道要面对的困难很多，但我既然担下此任，就会不遗余力地做好此事。不管面对多少质疑和反对，我都不会改变心意。我与徽州百姓共存亡。白苏的话让很多人动容，从这幅宣传画和街上不断变化的告示就知道，大人为了瘟疫花了多少心思。